相公，你醒来了。相公，单身30年还是头一次听见有人叫我相公。还真的醒来了，小玉，看来我们运气不错，以后我们也是有相公的人了。那个，你是谁？我叫玉娘，她叫小竹。玉娘，这里是哪里啊？你为什么叫我相公？因为我们成亲了呀，所以要叫你相公，这是婉姐姐说的。对了，相公醒来了，我要去告诉婉姐姐。你还真的醒了，看来我们运气不错。这里是哪里？你又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别急嘛，慢慢来。你一下子问这么多，我都不知道要如何回答。我叫唐婉，这里是石龟村，距离最近的德县大概还有小半天的路程。至于你的话，是玉娘5天前在村外发现的你，并且将你救了回来。5天前，德县、石龟村，这都是什么名啊？我怎么都没听过。如果我吃烧烤被撞是在5天前，怎么可能会在这个什么石龟村？这几个人看上去奇奇怪怪的，还是先假装失忆再做打算吧。你记得自己是谁吗？我叫萧元，其余的我都不记得了。既然如此，那你就留下来吧。玉娘救了你，所以我安排了她和你成亲。你以后就和玉娘他们一起生活吧。这成亲的话是不是太草率了？而且你们连我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不知道，就让他和我成亲？呵，怎么看不上玉娘和小竹？小子好好努力吧，以后他们都归你养活了。一下子多了2个老婆，这是什么神仙开局？怕不是什么窝点吧？我都35了，这个唐婉顶多20来岁吧，居然叫我小子。想到这里，萧元急忙看向自己的双手，自己真的变小了。不会真的穿越了吧？你有镜子吗？能不能借我一下？你是说铜镜？我们这里可没有那种东西。以前的事情我都记不得了，能不能和我说说这里是哪里？现在是什么时年月？经过唐婉的解释，萧元目前所在是大夏王朝南河道德县北边的一个小村子，此地常年战乱，男性基本被杀光，这也让南河道出现了大量的寡妇村，而石龟村就是其中一个。现在全村包括你在内，就只有2名男性，另一个还是个瘸子，而且还快死了。等他死了之后，全村人都可以变成你的妻子，当然前提是你能养活他们。你看你愿意留下来吗？留下来也没问题，不过我希望玉娘他们能重新考虑下和我的关系，毕竟我还没有成过亲，第一次应该要谨慎些。唐婉只是笑了笑，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相公，你怎么出来了？你怎么回来了？我感觉好一些了，所以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是我能做的。婉姐姐说了，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要多休息才行。我回来是因为小九生病了，花婶要在地里忙，还有1个多月就要秋收了，可不敢大意，所以花婶让我过来帮着照顾一下小九。我没事，走吧。你不是要去看看小九吗？我和你一起去。相公，你先休息一下，我去看看小九。这孩子全身烫得厉害，婉姐姐说他是感染了风寒，也不知道能不能扛过去。要是，花婶怕是也活不下去了。风寒？萧元愣了一下，缓缓走了过去。在地球上的时候，萧元小时候迷恋武侠小说，所以经常去隔壁医药馆找老爷子请教人体经脉，但他也只是跟着老爷子学过一点中医，却从未给病人看过病。相公是郎中？郎中算不上吧，我只会一点点。哇，相公真厉害！脉象浮紧，的确是风寒之症。他病了好几天了吧，身体有些虚弱。等下我去后山找找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草药。相公果然是郎中，这下小九有救了。花婶知道了肯定很开心，我去告诉花婶。那个小花婶，我相公叫萧元。是，萧元小郎中，你真的有办法救小九吗？小九确实是风寒，如果我能找到治疗的草药的话，应该问题不大。那个萧花婶叫我小萧或者小袁都可以，不用太客气。我的命都是你们救下来的，能帮上忙我很开心。好，真是好孩子。玉娘和小竹他们这次可是捡到宝了，以后你们的日子肯定过得红红火火的。好了，花婶，相公的身体还没有康复，等吃过饭食之后，我陪着相公去后山找找，看能不能找到救治小九的草药。好，小竹，等下饭时多做一些。小袁身体虚，多吃一点。真是看不出来，你居然还是个郎中，看来你的记忆已经恢复了。我也算不上郎中，只是看到小九的样子，就下意识的把脉，病症就这样出现在脑海中啊。行吧，只要你能治好小九，有没有记忆都无所谓。很显然，对于萧元失忆这件事，唐婉并不相信，不过他也没有打算深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回到家后没多久，小竹就已经做好了午饭。萧元看着面前一大碗素米饭，有些为难，于是给玉娘和小竹都分了一些。玉娘2人也是红着脸接受了。吃完饭食之后，萧元在玉娘的陪同下，一人背着一个竹篓子就朝着后山走去。那里就是我们平常灌溉田地的小河，河水不深，之前小九他们还在小河里戏水呢。我们能过去看看吗？可以呀。萧元来到小河边，仔细的看了看，发现这里说是一条河，还不如说是一条小溪，浅的地方怕是连膝盖的高度都没有。
这条河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偶尔还能见到鱼呢，就是我们抓不住。上次小竹他们在这里洗衣裳的时候，用衣裳抓了一条，我们开心了好久呢。说着，玉娘似乎又回忆起了鲜鱼的美味来。走吧，我们先去找草药，等找到了草药，我再来带你抓鱼。相公会抓鱼？不会，但是我有办法让鱼自己出来。哇，真的吗？相公难道会法术？能不能教教我啊？我可不会法术，只是一些小陷阱而已。你想学的话，我教你，很简单的。怎么还没有回来啊？他们上山快要1个时辰了吧？花婶，别急啊。玉娘家的相公看上去也不像是说大话的样子，估计草药不好找，多花点时间也不妨事，只要能找到草药就好。回来了，花婶，相公和玉娘回来了。真的回来了。花婶闻声望去，正是萧元和玉娘两人，于是她直接丢下了手里的东西，就朝着两人跑去。找到草药了吗？慢点，慢点。找到了，山上有不少，我怕以后用到，所以和玉娘多采了一些，而且还找到了不少野菜，晚上咱们可以加餐了。小萧，那个草药找到了吗？花婶放心，草药已经采回来了，等下我去清洗一下，然后晾干水分，傍晚的时候就可以熬药了。小九吃了药之后就会好起来的。谢天谢地，谢天谢地。随后，萧元和玉娘将采来的草药和野菜清洗干净，然后回到家中将草药晾晒起来。之后，萧元又去看了小九一次，发现对方高烧的症状已经消退了一些，就知道这是身体的免疫功能正在自动调节。注意看，这个少女只是在村口随便捡了个男童家，从此以后村里不仅用上了自来水，更是有了吃不完的鱼肉。相公不是说去抓鱼吗？你拿着斧子干嘛？想要抓鱼的话，还缺少一些东西，我们先去砍一点粗大的竹子。玉娘虽然不明白，不过还是跟在萧元身后，她想看看萧元到底想干嘛。来到竹林，萧元挑选了一根粗大的竹子，就开始砍伐。或许是因为身体还比较虚弱，萧元花了10几分钟才堪堪将这根竹子砍倒。相公是想将竹叶都剥下来吗？我也来帮忙。我只要光秃秃的竹子，不要这些枝叶，不过小心不要将竹子的主体弄坏。好的，我知道了。相公快去休息一会吧，我弄好了叫你。相公的身子还没有完全好，这种事就交给我来做吧。没事，虽然有点累，不过这种事本来就应该我来做才对。两个人一起做事就变得非常快了，10几分钟的时间，被萧元砍倒的竹子就变成了光秃秃的竹篙模样。好了，需要的工具已经弄好了，不过剩下的这些竹子也还有用，不能丢掉了。我明天还有别的用处。好，玉娘，你不是说和相公抓鱼去了吗？怎么去砍竹子了呀？我也不知道，相公说想要抓鱼就必须弄这些。那个相公，我能不能也一起去啊？当然可以啊，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你想来的话就一起来吧。行了，现在都弄好了，现在只需要等待时间就好，我们先回去吧，傍晚的时候再来。哇，相公真是太厉害了，这样一来鱼就只能通过竹子前进，然后进入到我们修建好的陷阱里面了。相公累坏了吧？我们快回去休息去。走吧，回家还有事情要做呢。一路上，小竹都在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萧元制作的陷阱在他看来非常厉害，肯定能捕到很多的鱼。他只要想到鲜美的鱼肉，就感觉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这些药晾晒的差不多了，可以准备熬药了。相公，你去休息，这些是我和小竹来就行了。小竹，等下你做饭的时候，将这些野菜加进去。另外那些等下你给花婶和小婉姐他们送去。好，我知道了，相公赶快去休息吧。萧元并不习惯自己一个大老爷们的坐在这里，让两个小姑娘干活。不过玉娘和小竹却死活不让她干活。别看我这里没有让相公帮忙的地方。萧元无奈地摇了摇头。不过当他看到之前弄回来的竹子之后，立刻有了主意。相公，你要干什么？我想做一个东西，做好了之后，你们就不用去小河那边抬水了。地里的粮食用水量很大，每次你们都去抬水，太费力气了。相公，你能让河水自己过来浇田？不能，不过借用一下河水还是没有问题的。玉娘满头的雾水，根本听不懂萧元的意思。不过一想到刚才自家相公制作的捕鱼陷阱，她就对萧元充满了信心。相公，这样就可以了吗？我们现在可以去借水了吗？可以了，不过竹子还太少，等下给小九喝药了之后，我们再去砍一点。草药熬好之后，萧元将草药汁喂给小九。萧元又检查了一下，发现小九的身体似乎正在转好，就算没有草药，估计也不会继续恶化了。花婶，这段时间不要太节省，小九的身体很虚弱，需要多补充一些营养。粟米熬成粥了，给他多喝一些。另外，我之前采了一些野菜，等下你去找小竹拿一些加到粥里面。好，这次真是多谢你了，要是没有你，我还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小九怎么样了？已经没什么大碍了。你们拿着斧子这是去干嘛？我也说不清楚。没什么事情，我们打算去弄点竹子，然后用竹子从小河那边改道，这样以后大伙用水浇地就轻松一些，不用跑到小河那边去抬水了。用竹子就可以将河水改道吗？完全改道是肯定不行的，不过借用一点水过来还是没有问题的。
既然如此，那我叫大伙都去给你帮忙。这个时候地里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忙了。行。于是，在唐婉的号召下，原本由萧元和玉娘组成的伐竹队伍直接增加了7、8个人。辛苦大家了，现在天气比较热，大家先在竹林里休息一下，等下我们再继续。哈哈，这算什么辛苦？不过小袁啊，你说这些竹子真的能让河水改道吗？应该没有问题。其实萧元也怕不成，所以之前并没有叫村民们帮忙，只是叫了玉娘，这样就算不成功，也只能算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休息了一会之后，萧元就让玉娘先回去一趟，拿上他们平常抬水的大木桶，然后才带着众人拿上弄好的竹子，朝着小河那边走去。相公是去抓鱼吗？难道现在那里已经有鱼了？已经小半天了，如果那条河里有鱼的话，我们的陷阱里面应该也有了。有鱼，肯定有鱼。去年热天我们在这里洗澡的时候都看到有鱼了，只是抓不到。一旁的玉娘则是拉了拉小竹，和活泼开朗的小竹相比，玉娘则是更加的内向一些。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种话题，已经让她有些害羞了。村民们见状也都哄堂大笑起来。村子里没男人，热天的时候他们的确就是直接在小河里洗澡的。小竹啊，去年你抓不到鱼，今年有了小圆你就能抓到了，还带了2个大桶，你们这是打算抓多少回去呢？云姐大概25、6的年纪，因为看不上瘸子，所以她现在和唐婉等人结伴住在一起。小竹也不以为意，直接往河边走去。相公，快来，真的有鱼啊，好多鱼，你们快来。哇，是真的有鱼啊！真是厉害，居然能想到这么巧妙的陷阱，看来小玉他们以后不会缺少鱼吃了。小玉、小竹，那种小鱼就不要抓上来了。为什么啊？虽然很小，但是也能吃啊。鱼还太小，没多少肉，不如就放在这里养着，等它长大了再吃它。我数了一下，除了小鱼这里还有5条，你选2条出来，我们自己留着吃，其余的3条你就分给大伙吧。虽然不多，但是熬成鱼汤的话，多少还是能分一点。不用，你们也就5条鱼而已，就你们自己留着吃吧。由于萧元自己现在也是伤员，再加上小九也是被他救回来的，所以花婶才会主动开口这样说。对呀，等以后你们再抓到鱼了再分给我们吧。就是你一个大男人肯定吃得多，加上还有玉娘、小竹他们，就这5条鱼还不够你们一家子分的，就不用给我们了。小竹和玉娘也看向萧元，似乎在等着他做决定，只是眼中的可惜却隐藏不住。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过肉了。好了，按照我说的办吧。既然这里有鱼，那么以后肯定还会有的。也许是因为刚才分鱼时萧元表现出来的情谊，让大伙干活的时候都变得更加的卖力了。在众人的帮助下，很快一条由竹子做成的水道就做好。从小河这边开始，萧元用竹子做了个小开关，只要提起开关，小河的水就会流进竹子里，然后顺着他们搭建好的水道，一直流到他们种植作物的田地旁边。小袁真是太厉害了，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这么厉害的东西都能想到。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想到取水可以这么简单。花婶，快回去，小九醒来了。花婶闻言，先是一愣，然后撒腿就朝着家中的方向跑去。走吧，我们也回去。没想到玉娘他们捡回来的男人居然这么厉害，这次可真是赚到了。嘘，小声点，你这话说的。萧先生既然有这种本事，以后咱们也就不怕那些3病2痛了。小九，能听到我说话吗？能。现在身体有哪里不舒服吗？感觉身上没什么力气，头也好疼。花婶，小九的风寒还没有完全的好，最近让他多休息，切记不要再着凉了。食物方面以流食为主，今天的鱼汤可以让他多喝一些，草药我那里还有不少，等下我让小玉再熬一些，让小九晚上睡觉之前喝掉。好，真是谢谢你了。小九没事了，居然真的被治疗好了，真是太好了。这下我们村子里也有郎中了，以后生病什么的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听到唐婉的话，村民们一阵欢呼。还等我干嘛？你们先吃啊！小猪不是早就想吃鱼了吗？快吃啊！这可是相公你抓回来的，当然要等你一起吃啊。好了，你们吃吧，我不爱吃鱼，喝点汤就好。玉娘和小竹都没有动中间的鱼汤，只是端起了各自的素米饭。萧元有些无奈，只好亲自将鱼给每个人都分了1条，自己则是用鱼汤拌着饭吃了起来。相公，还是你吃吧，你身子还没有完全恢复。你不懂，鱼肉根本不营养，鱼汤才最营养，所以最好的我已经分给自己了。鱼肉你们赶紧吃掉，快点吃，吃完了每个人都喝1碗鱼汤，不能多喝，因为剩下的都是我的，知道了吗？这倒不是萧元真的不想吃鱼，而是小竹做的鱼基本上就是清水煮鱼而已，家中根本没有什么调味料，所以看上去就让萧元不是很有食欲。相公，你睡里面，我听说成家之后的男子都是睡里面的。咱们没那么多讲究，我睡中间也是可以的。那就听相公的。现在天色还早，要不咱们做点有意义的事啊？神，什么事啊？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故事？什么故事？给你们讲白雪公主的故事吧。虽然这个故事有些幼稚，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刚刚好。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
住着一个国王和王后，他们渴望有一个孩子，于是很诚意地向上苍祈祷。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祈祷被老天听到了，100日以后，王后就怀上一个小女孩。这个女孩刚出生时皮肤白得像雪一般，双颊红得犹如苹果。国王和王后就把她取名为白雪公主。最后，王子和白雪公主在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相公，那个遥远的王国在哪啊？真的有小矮人的存在吗？我也不知道啊，这只是一个故事，你认为有就有，你认为没有就没有。童话故事应该是每个小女孩心中的圣地，所以萧元并没有说是假的，而是留给了她想象的空间。相公，那个恶毒的皇后最后死掉了吗？她那么坏，肯定死掉了吧？还有那个王子长什么样的？他以后会对白雪公主很好吗？会和相公一样给她抓鱼吗？笨蛋，那可是王子，王子怎么可能会抓鱼？那他还没有相公厉害嘛？白雪公主那么漂亮，嫁给他亏大了。一开始两人还是在向萧元提问，到后面就变成自己的讨论，只是讨论的内容和结果让萧元有些目瞪口呆。相公，小玉，没事，刚才外面好像有什么声音，我出去看看，你继续睡吧。声音？什么声音？不用，你继续睡就好，放心，应该没什么事情。相公就在门口就好，别走出去了。萧元点点头。当他走到了门口，仔细去倾听的时候，却发现除了一些虫鸣声之外，并没有什么别的声音。相公，没事，继续睡吧。可能是我之前听错了，你是说昨晚有野猪来了？一猪二熊三老虎，这个猪说的就是野猪。在野外如果遇到了体型庞大的野猪，那可得边跑边叫妈妈了。之前也有野猪下山，弄坏了田里的作物。后来婉姐姐就让我们在田地周围弄了一些栅栏，就没有再发生过了。没想到昨晚的野猪将栅栏都撞破了。走，我们去看看。萧先生，听玉娘说你昨晚听到了什么动静？半夜我醒来的时候，似乎听到了什么东西倒塌的声音，但是当我仔细去听的时候，却没有发现什么。这片粟米地里的粮食就是我们冬天的保障，现在被野猪破坏了这么大一块，我们这个冬天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这种事萧元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他也没有办法变出粮食来。这样吧，今天你安排几个人跟我上山，我昨天上山的时候发现山上还有不少的野菜，弄一些回来，好歹也能填补一下粮食的损失。好。另外你可以去河边看看，我估计里面应该有鱼，现在距离冬天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尽量多储存一些食物。可是那里的鱼是你们的，我们过去拿不好吧？没什么不好的，以后那里的鱼我们只要一半，剩下的由大伙分。虽然陷阱是萧元制作的，但是那条河可不是他的。现在大伙是没说什么，可是时间久了之后，其余人心中不可能没一点想法。你的好意我会传达给大家的。要不我们在这里制作一个陷阱，栅栏虽然也不错，可是夜晚没人的时候，估计还是挡不住那些野兽。陷阱？什么陷阱？就是在这里挖一个大坑，类似壕沟一样的存在。有点像，但是和壕沟的作用并不一样。他居然还知道壕沟这种东西，普通老百姓可不会了解。等到我们弄好了之后，再在上面铺上一些带树叶的树枝做伪装，到时候说不定还有意外之喜。你是说抓野猪？这种事谁也不能保证，只能说有这样的可能。如果真的能抓到野猪的话，对于我们的粮食储存来说，也算是一个好消息。那你在这里制作陷阱，我们会帮你。至于挖野菜的事情，上次不是玉娘跟着你去的吗？她认不认识？虽然我是看着相公挖了不少，但是我也不敢保证。没事，小玉，你回去拿一些野菜过来，我教大家怎么辨认，然后你带他们去上次我们挖野菜的那一块，应该没有问题。回来之后，你们将野菜拿给我看看，我来给你们挑选一下就好。在玉娘将家中野菜拿来之后，萧元给村子里的人进行了简单的科普，然后就指挥其余人开始挖坑。等到玉娘等人回来的时候，萧元这边也已经挖了好几个深约2米多的大坑。此时他们正在削着竹子，这也是萧元想到的办法，将竹子削得尖尖的，然后埋在深坑的底部，这样掉进去的野兽应该没有活着出来的可能。相公快看，我们今天挖了不少的野菜。好，大伙先休息一下，我看看小玉他们采回来的野菜有没有问题，然后咱们再接着干，争取日落之前完工。萧先生去看就是，我们都知道要怎么做了。等您检查完野菜，正好过来验收一下咱们的陷阱。没错，没错，萧先生正好休息休息，跟着我们劳累一整天了。萧元无奈地笑了笑，就直接开始去检查玉娘他们采回来的野菜，别的都没有关系，他就怕有人采到有毒的植物，到时候不小心吃掉的话，对村子来说绝对是个灾难。萧元很快将野菜全部检查了一遍，剔除了一些自己也不认识的植物之后，就让玉娘把他们带回去。等到萧元过来的时候，这边的陷阱基本上已经制作的差不多了。这样就可以了吗？还差最后一步就可以收工了。萧元将早就准备好的树枝放在陷阱上，然后再铺上一些树叶和尘土，这样就完全看不出是陷阱了。萧先生的脑子是真好使，现在别说是野兽了，就算是不知情的人，怕是都要掉下去。等下告诉村民们这边的陷阱，别不小心掉下去了。有了这样的陷阱，唐婉第一次心中期待那些野兽快点过来。相公回来了，
饭菜已经做好了，鱼也按照你的要求腌制了一下，你打算怎么做？今天给你们露一手烤鱼，可惜缺少了很多调料，不过味道应该不会太差。吃了这么多天的粟米饭，萧元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开荤了，可是最后做出来的结果却让他有些失望。真是太好吃了，相公，你为什么不吃？好吃你们2个就多吃点，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吃那些粟米饭可不行。烤鱼的味道确实还不错，只是和他以前吃的万州烤鱼区别太大了，少了调料的烤鱼没有灵魂。相公，你做的烤鱼实在太好吃了，就是有些不划算，以后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做法吃吧。很明显，小竹对烤鱼的味道非常满意，但整整3条烤鱼，他们3个人吃却感觉根本没有吃饱。这要是按照原来炖煮的方式，3个人根本吃不完，所以他才会觉得烤鱼不划算。相公，早食马上就好了。辛苦你了。不辛苦。这2天小竹可听了不少村民的夸奖，都说他和玉娘捡到宝了，他们的相公又会制作陷阱，又会医术，以后的日子算是不用愁了。等下我打算上山去砍一些树，咱们的房子还是太破旧了一些，万一哪天山上的野兽过来，这样的房子怕是挡不住。小竹一副不明所以的模样，他没想明白砍树和修房子有什么关联。那我和相公一起去。你想去的话当然没有问题，不过我估计不会很轻松。田地里的事萧元不懂，也帮不上忙，只能在别的地方多做一些。很快2人就带着工具朝着后山走去。萧元打算多弄一些木材，这样桌椅子之类的家具也可以做一些了。半天之后，萧元扶着腰，看着摆放在一旁的木材，不由得露出了苦笑。现在别说什么家具，就连加固房子的木材，他和小竹2人都没有弄出来。相公，要不下午我们多叫几个人来帮忙？不用了，反正不着急，冬天之前我们做完就好。家里的存粮不多了，找人帮忙需要提供饭食的事情他知道，所以不希望因为这种事让小竹和玉娘饿肚子。相公，下午我也去帮忙吧。下午先不去砍柴，主要是砍了也很难运输回来，所以我打算利用村子里空房子里的材料，先制作一辆平板车。拆除空房子可是要经过村长和婉姐姐同意的。我这就去找他们。来到村长家，2人倒是没有为难萧元，很爽快的答应了。一直到傍晚，萧元的第1辆平板车总算是完工了。这就是平板车，真是厉害，萧先生的手艺真不错。萧先生，不知道你这平板车到时候能不能借我们用用？当然没有问题，本来材料就是村子里的，大伙想用的话就用呗。萧先生，不知道其余那些破房子上的木材能不能再制作几辆平板车？行，我等下去看看。对了，之前听小竹说，上午你和他去后山砍树。想弄些木材将房子修缮一下，等到冬季的时候也不至于四处漏风。因为你制作的竹子水稻，让大伙减轻了不少的工作。明天我让人过去帮你吧。你自己和小竹、玉娘的话，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将材料弄齐。这不太好吧？放心，先让你去弄，等你弄完了，要是大伙也觉得不错的话，到时候肯定也要请你帮忙，你不要拒绝就好。唐婉早就想好了，先不说给大家分鱼的事，就这刚刚做好的平板车，秋收的时候谁不想用？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萧元才将今天唐婉和他说的事情告诉小竹和玉娘。之前我和唐婉看了一下，其余房子大概还能凑出1、2辆平板车的材料。明天我先坐车，等后天的时候咱们再去后山弄木材回来。到时候你多做点饭，村子里的规矩我知道，别让人说我们不懂规矩。粮食的事情我再想想办法。相公放心，等地里的事情弄完了，我也来帮忙。他们3个虽然称呼上是夫妻，但是在萧元看来，他们更像是兄妹。2个小家伙认为生活在一起的就是夫妻了。相公，小玉，怎么了？相公，你听，是不是有什么声音？这是……萧元起身走向门边，将房门打开之后，声音更加的清晰了。是野猪。野猪？难道是相公的陷阱抓到野猪了？说不定是的。走，叫醒小竹，我们去看看。萧先生，好像是粟米地那边有什么动静。应该是野猪的叫声，弄点火把，我们去看看。众人举着火把靠近，等到看清楚之后，众人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野猪这么大，怕是不下于200-300斤吧？这要是被他顶一下，怕是不死也要重伤。萧先生陷阱制作好了之后，我就知道这玩意迟早要落到我们手中。你看，这不就中了吗？你放屁！这陷阱可是萧先生和我们一起制作的，当时你可是和玉丫头去了后山。周围村民议论纷纷，萧元这个时候却显得有些为难。怎么啦？有些小问题，我们可能不好杀死他。这有什么问题？我们找一些大石头过来，丢下去就能砸死他吧？那样有些浪费。这野猪不小，如果能将它的皮完整的剥下来，到时候不管是和别的村换取物资也好，还是留下来咱们自己用也好，都是不错的选择。众村民也纷纷开口给出建议，但是没有一个是靠谱的。我要去找老村长商量一下，你们在这里等我。不一会唐婉就回来了，直接拉着萧元单独离开。怎么了？别多问，跟着我来。这是以前村子里的男人们留下的东西，不多去不能让人知道。这几天你的表现大伙也都看在眼里，所以现在让你知道，就是将你当做了真正的自己人。这里有长枪10条，长刀20把，弓箭1副，盔甲3套，
这是村子里最大的秘密，就是去年冬天大雪，老村长也没有拿这些东西出去换取物资。所以你的意思是用这里的东西去杀野猪？可是这样的话，大家就都知道了。我已经让知情人将大家带走，到时候我们2人过去动手。明白了，那么就开始吧。他们一人拿了一把长枪，就向着粟米地出发了。我在这边，你在那边，看准时机扎他的前肋骨间，那里离心脏最近，也最容易杀死野猪。好。好了，应该没有问题了。这个要清洗一下吗？不用，到时候会有人处理。虽然村子里并没有屠夫，但是人多力量大，等到天微亮时，大伙已将野猪处理好了。所以那条后腿肉，你是打算拿出去交换物资？没错，村子里缺的东西不少，不少工具都没有，而且盐应该也不多了吧？想要换盐的话，这点东西可不够，不过换一些工具应该没问题。只是集会上你想要换取到合适的工具，怕是不容易。要不明天我陪你去一趟德县吧，虽然比不上州府，可是换取一些趁手的工具应该没问题。萧元也想去看看这个世界的城市是什么样子。当天萧元将已经准备好的材料，又制作了2辆平板车。什么？明天相公和婉姐姐要去县城？2个小丫头知道这件事后震惊不已，她们长这么大还没有去过县城。我知道你们俩也想去，不过明天我们是去换东西的，等到手边的事情忙完了，我再带你们俩去县城玩，好不好？真的？当然，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太好了，相公果然是最好的人。第2天一早，萧元醒来的时候，玉娘和小竹都不在家中。不过对于这种情况，他早已习惯了。什么？你俩还没有和萧先生一起睡过？什么嘛？我们肯定一起睡过啊，我们每天都一起睡的呢。哎呦，你2个咋回事哦？你婉姐姐难道没有教过你们要行周公之礼才算夫妻啊？周公之礼，那是什么礼？此时站在屋内的萧元已经是红了老脸。你这是怎么了？没什么。萧元自然不会将早上的事告诉唐婉，只能搪塞过去。德县虽然不是州府，不过因为墨家的关系，所以德县也非常的繁荣，比州府也差不到哪里去。墨家？哪个墨家？唐婉瞥了他一眼，并没有继续解释，一直不认为萧元失忆了，只是没有拆穿对方而已。城内东边没事不要过去，我们直接去西市，那里应该有酒楼会收购我们的东西。拿了钱财之后，就去找个铁匠铺购买你需要的工具。东边属于富人区，他们是不会靠近那边的，免得惹上什么麻烦。萧元跟在唐婉的身后四处张望，这座县城的繁荣有些超过他的想象了。街上的人不少，沿街还有不少的摊铺，贩卖着一些便宜的食物。咦，那里为什么聚集了那么多人？是干什么的？那应该是一座酒楼。人就是这样，容易好奇，更喜欢看热闹，所以唐婉的脚步不自觉的也朝着那边走去。反正他们的目的是找一家酒楼收购他们的野猪肉，找谁都一样。来，咱们巨福来今日就将话放在这里，不管是谁，只要能对出这副上联，那么就可以进雅座，免费吃一顿大餐。朱老板，你这对联可不简单啊！不过这文学上的事情可不好糊弄。若是我说我的对子对上了，你却说没有对上，到时候怎么算？哈哈哈，这个好说。正如这位书生所说，咱一个开酒楼的，也无法评判对子好不好。不过此联的下联有人对出来过，正是咱们德县第一才子孙公子。在下按照约定，给孙公子置办了一桌酒菜，也顺便让孙公子和他的朋友作为此次裁判。想必以孙公子的才情和人品，大伙不会质疑吧？果然，见到孙公子担任裁判，众人也就不再有任何异议。哼，沽名钓誉之辈罢了。萧元诧异地看了对方一眼，对方似乎认识这个什么孙公子，而且对孙公子相当的不屑。走吧，我们还有正事要办。嘿嘿，这里有免费的饭食吃，不如咱们今天就去吃一顿。你能对出这个对子？来，谁要是能对出此联，即可进店免费享用豪华大餐一份。走吧，我们还有正事要办。嘿嘿，这里有免费的饭食吃，不如咱们今天就去吃一顿。你能对出这个对子？年轻人不要说大话，你知道这个对子的来历吗？不要为了在女子面前出风头，就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啊！这对联还有来历？没错，这副上联来自京城，据说整整半个月都无人对出下联，后来还是翰林院的首席，京城4大公子之首的李公子，在第20天的时候才对出了此联。那这孙公子岂不是也很厉害？连京城那么多的才子都无法对出来，但是他却对出了下联。就凭他是个什么东西？他的下联用的就是李公子对出来的，只是这里远离京城，你们不知道罢了啊！这感觉事情好像有些麻烦，要不我们还是走吧。你这家伙还真有意思。知道这对子来历不凡，所以就不打算上去了。刚才你不是很有信心吗？现在觉得自己对不出来了。等等，两位是打算出售这半边腿子肉吗？我家正好是开酒楼的，这位公子不妨将下联说出来，不管好不好，我都答应收购你的腿子肉，如何？你这人真是有意思，自己对不出来，却想骗我们的下联。虽然唐婉也不认为萧元真的能对出来，但他肯定是要站在萧元这边的。这位小哥，这巨富楼的一桌酒席大概价值多少？正常一桌怕是不下于10两银子，不过这姓朱的抠门的很，就算你对出来了，
他也不可能真的给你安排10两银子的酒菜。你是打算用下联在我这里换银子？不错，我只要你8两银子，并且让你家酒楼按照正常价格收购我这后腿肉，如何？10两就10两，只要你真的能兑出来，区10两银子而已，在下还是出得起。不过你就不怕我拿了你的下联跑掉？毕竟这种事你可没有证据。区下联而已，若不是这巨符来弄出这么个事，别说10两银子，就连10个铜板都换不到。萧元笑了笑，看向巨符楼的大门处，上联烟锁池塘柳。此对联最难的地方在于偏旁部首，虽然只有短短5个字，却包含了金木水火土5行的5个偏旁，一般人想要对出来非常难。再加上意境，被称为千古绝对也不为过。看着萧元望着对联没有说话，唐婉有些着急，他识字，而且还颇有学问，所以自然知道这对联的难处，心中暗怪萧元太冲动了。这位小姐别着急，这上联在京城可是难倒了众多学识渊博之人，兄台需要考虑也是在所难免。登霄江灞桥，登霄江灞桥，你看我对出的下联如何？你，如果你也觉得不错，那么你可以去找周老板去兑换奖励了。怎么了？你不去兑换吗？兑换什么？一桌酒菜，就他巨福楼的酒菜也配得上兄台的下联。走，今日享地做东，请贤伉立赏脸，去我家酒楼一聚。今日算那姓孙的运气好，否则一定要当众拆穿他，让他欺世盗名。萧元闻言只觉得有些好笑，这个小兄弟似乎有些耿直的可爱。对于被误会成夫妻的事，他和唐婉2人都不约而同的没有打算解释，因为在外面这样更方便一些。嫂夫人勿怪，在下并非坏人，只是见到大哥文采非凡，想要结交而已。对了，忘了介绍，在下莫青，这厢有礼了。莫青？是的，莫青和莫家也有点关系，但是关系不大，所以2位可以放心。萧大哥不是说要将这后腿肉卖给我家酒楼吗？那还等什么？走，我们快走。莫家酒楼，这名字还真是直白。仅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家中长辈说了，用上莫家的名字，省得宵小闹事。另外也让酒楼的管理员明白，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莫家，所以万万不能仗势欺人。贵家族长辈是个明白人。哈哈哈，酒。青少爷，您怎么来了？魏叔，我请2个朋友吃饭，你给2楼包间弄上一桌上好的酒菜。另外这条后腿肉你按照正常收购的价格给买了。对了，等下你再送10两银子上来，和腿子肉的钱一起送过来。今日出门我忘记带钱了。莫公子，那10两银子的事情就算了吧，你这不是已经请我们吃饭了吗？要是再提10两银子的事情，那可真就是让人汗颜了。萧大哥，这是何意？那10两银子是我们早就说好的，我给你下联，与你10两银子。难道萧大哥让我做那背信弃义之事？至于这顿饭食，是我敬佩萧大哥才学，想要结识2位，不可混为一谈。萧元有些迟疑，只好看向唐婉，因为他不知道这10两银子到底有多少购买力，所以也不清楚这份人情的重量。什么这那的，萧大哥尽管放心，你这下联我要是拿去京城，哪怕是黄金白元也换的，何况10两银子。也不知莫青是为了安慰萧元，还是事实真的如此。总之对方都这样说了，萧元也不好继续多说什么。很快掌柜的就开始陆续上菜。来到这个世界之后，萧元每天不是在吃素米饭，就是在吃野菜素米粥，陡然接触到这个世界的美食，让他吃的都有些不想说话了。萧大哥，别光吃菜，来尝尝这儿的好酒。虽说是好酒，但萧元感觉这酒纯度都不高，度数也还行，比不上正宗的白酒，喝到嘴里没有太多的酒味，反而有些涩。对了，莫公子，你们莫家可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一直听说你们莫家的，可否介绍1、2？萧大哥不知道我们莫家。莫青有些诧异的看向萧元，不说在这德县，就算是在整个南河道，不知道他们莫家的也很少。这小子难道真失忆了不成？以他目前展示出来的学识，不可能不知道莫家呀。前段时间伤到了脑袋，所以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也许以前我知道你们莫家，不过现在的确不清楚。哦，原来如此，现在伤势可恢复了。我认识成都的名医，可以给萧大哥看看。不妨事，除了记不得以前的事情，倒也没有大碍。真要说到我莫家，其实并不是说德县这边的莫家，而是国公爷那一支。经过莫青的解释，现在莫家的族长乃是上柱国玉国公莫问天，是当今陛下极为信赖的心腹大将，只是年事已高，已经不在朝堂任职，可是他对陛下的影响力依旧非常大。家主不让我们这些分家子弟走他的关系，也不准打着他的旗号行事，所以我们这些分家子弟一般都在德县周围生活，这里是我莫家祖地。哦，为何莫公爷不愿帮衬分家？也并非家主不愿帮衬，只要我们这一些分家有学识、武艺出众之辈，就会得到族老的推荐，前往京城得到家主认可之后，家主也会向朝廷推荐。莫公子既然知道那副出自京城的对联，想必在族中也非常优秀了。嫂子太看得起我了，族里的确推荐了我去京城，不过因为一些事情，所以这个月我才从京城回来。萧元和唐婉顺对视了一眼，这里面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玉国公将他遣返回来。对了，刚才的下联不知萧大哥可否留下墨宝？若是莫公子喜欢，自无不可，只是在下于术法一道并不精通，若是写的不好，还请见谅。呵呵呵，萧大哥过谦了。
好字。呵呵，莫公子喜欢就好。魏叔，等下你就去找人装裱起来，到时候我要送给长辈。好的，青少爷。烟锁池塘柳，灯消江大桥。好好好，不光字好，这下联更好，2、4、5平仄相对，就连五行顺序都相同，而且这下联的意境和上联也相互统一，雾起灯熄，真是越看越好。一旁的唐婉也是相当的诧异，他没想到萧元居然还有这样的本事。不过随即他又有些担心起来，这样有本事的人，就靠玉娘、小竹2个丫头，真的能让他留在石龟村吗？萧大哥，这是出售腿子肉的钱。萧大哥，你们进城就是为了出售腿子肉吗？不是，是想购买一些工具，比如斧子、锯子之类的农用工具。笨蛋，那个钱袋里面绝对不止10两银子，你要将多余的还给人家呀。萧元一愣，然后就尴尬了，因为他不知道10两银子是多少，所以干脆将钱袋交给了唐婉。不用，多余的是腿子肉的钱，你放心，魏叔是酒楼掌柜，他给的价钱肯定公道。唐婉还是坚持只拿了他们应该拿的部分，其余的全部退还给了莫青。莫公子，君子之交淡如水，我相信区区钱财是无法证明什么的，你说呢？受教了，萧大哥果然是才学之士，出口成章。正好我之前请城中最好的铁匠打了一把兵器，算算时间也应该差不多了。到时候萧大哥想要什么，可以去那边看看。萧元和唐婉对视了一眼，并没有答应莫青。青少爷，这位萧公子只是想要购买一些农用工具而已，用不上城中最好的铁匠，他那里的东西是好，可是也贵。是小弟不懂了，不过魏叔，你有这方面的渠道吗？也让萧大哥他们更方便。放心，等下我让跑堂的小二陪着萧公子他们一起过去，如果东西多的话，就用马车送他们回去，也更方便。啊，对，还是魏叔想的周到，那就这么办。莫公子，这会不会太麻烦你们了？嫂子，我和萧大哥现在不是已经是朋友了吗？相互帮助岂不是非常正常？区区小事而已，就不要再推辞了。很快，在莫青的热情和跑堂小二的熟门熟路下，萧元2人就买齐了所需要的工具。这个时候，他也才知道10两银子到底有多大的购买力。这么说吧，一家3口在这德县生活，足够他们生活很久了。哟，这可买了不少的工具啊，小一点的村子都足够用了。本来也没有打算买这么多，不然肯定不止我们2个过来了。村子里的工具损坏了不少，这马上就是秋收的时候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哇，萧大哥果然不凡，出口成章还肥有道理。萧元尴尬地挠了挠后脑勺。他实在没想到这句话在这个世界也没有。对了，这次的事情多谢魏叔和莫公子了。若是不嫌弃的话，我也为贵酒楼出一副对联如何？这魏叔心中肯定愿意，但他也不敢胡乱做主，只能看向莫青。建议你了，萧大哥出的对联必定不凡，到时候酒楼的生意都要好上很多。好，如此就多谢萧公子了。欢迎春夏秋冬客，款待东南西北人。以魏叔的文学水平，还不足以评判对联，所以只好看向自家少爷。好，听到自家少爷叫好，魏叔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断过。这对联虽然简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用在酒楼大门口正合适，遣词造句都非常的通俗易懂，只要是认识字的，都能明白这对联的意思。还请魏叔不要嫌弃。不嫌弃，酒楼要的就是这种对联，弄得太复杂，那些食客也看不懂。不错，这对联的确更加适合酒楼。你要是将之前的对联放在门口，怕是没有一点文学功底的都看不明白。萧大哥，下次再来德县，记得来找我，就来这莫家酒楼。反正你也认识了魏叔，让魏叔通知我就好。好，莫公子请回。这次的事情，我们还要多谢你的帮忙，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顺利。这个莫青在莫家应该不是什么小人物。那又如何？我们现在难道还有什么值得人家算计的东西？咱们可是穷的连饭都快吃不起了。难道你看不出来，他这是在投资你？话说你到底是谁？以你的学识来看，应该不是无名之辈才对。哈哈，会对对联就不是无名之辈了。我可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有能力，而且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罢了。茉莉，你拿着我的亲笔书信和我送给老爷子的礼物，立刻回去京城，将东西亲自交到他手中。少爷，我不能回去，老爷说了，让我跟在你身边。你今天出门都没有带我，要是让老爷知道，我可就惨了。我在德县，又不是在北门关，这里可是咱们莫家老宅，安全的很。你速去速回，我就在德县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再去北门关看四哥。可是，好了，没有什么可是，听我的话。回村之后，唐婉将这次的经历说了一遍，众人这才明白，原来这些工具都是萧元弄回来的。但是萧元明显能感觉到，大伙在知道他有非常高的学问之后，在和他说话的时候，都变得拘谨起来。小竹，为什么我感觉你和小玉都不找我说话了呀？之前你们可不是这样的。小竹抿了抿嘴唇，似乎想说什么，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没关系，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不是夫妻吗？夫妻之间就要坦诚相见哦。可是花婶说，我们没有行周公之礼，不算夫妻。萧元有些窘迫，这种事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啊。这我们拜过堂的，应该算夫妻吧？可是我们也没拜堂啊。萧元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他实在不擅长应付女孩子，不然上辈子也不会到死还是个男孩了。半晌之后，萧元组织了一下自己的想法，重新开口。说实话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夫妻之间要怎么相处，但是我的命是你们救的，你们就是我的家人，也是我最亲近的人。相比将你们当做娘子，我更愿意将你们当做亲妹妹，这样我就能成为一个好大哥来照顾你们，你们也不用担心什么。如果想成为我的娘子，那咱们就找个时间重新拜堂，然后行周公之礼就好。不管你们怎么想，都可以告诉我，当然也不用现在就说，好好想想，在此之前，咱们就按照原来的样子相处，好吗？至于现在嘛，就先睡觉，咱们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等等。相公，怎么了？别紧张，我只是看那些石头有些奇怪，打算过去看看。石头。小竹顺着萧元的目光看去，发现了小溪对面的毒矿石。不行，相公，那些石头有毒，不要靠近。没错，没错，那些就是有毒的石头。你们怎么知道那些石头有毒？以前我们村子里就有人被这种石头毒死过，当初也是有人发现了这些石头，而且石头里面好像有盐，于是开心的拿了回去，结果吃了之后都中毒死了。萧元闻言，眼中金光一闪，果然他没有看错，这些就是盐矿。盐矿是属于天然产物，里面的食盐中含有一些有毒的矿物质，必须过滤提纯之后才能食用。走，我们先回去。为了不让玉娘和小竹担心，萧元打算先回去搞清楚一些问题之后，再回来试验这些食盐矿到底能不能用。回到村子里之后，萧元第一时间找到了唐婉，找他打听有关盐的事情。我们所有的食盐都是由官府出售的，普通人禁止售卖。那你知道官府的食盐是从哪里来的吗？这个倒是不清楚，国家有专门管理的地方，好像是叫什么食盐司，我也不是很清楚。你问这个干什么？萧元有些纠结，在思考要不要告诉唐婉，倒不是不信任对方，而是这件事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比较危险，他不想将对方卷进来。之前他在德县的时候，可是和莫青打听过食盐的价格，那玩意就不是他们这种人能吃的。看着萧元一副思考的模样离开，唐婉想了想，也跟着他过去，找到了正在休息的小竹和玉娘。什么？你是说萧元想要那些毒盐矿？如果你是想打毒盐矿的主意，我劝你最好放弃，那个是真的有毒，会死人的。既然你知道了，那我就和你说说吧。小竹，你去将门关上，今天我和你们说的话，你们不要对任何人说起。小竹闻言，赶紧将房门关上，紧张地看向萧元，他感觉事情有点严重，心中有些后悔和唐婉说了。毒盐矿有毒的事情我知道，但是我有办法去掉里面的毒素，提取里面的精盐。玉娘和小竹闻言惊喜万分，如果能提取到精盐，那他们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但是唐婉却脸色一变，她和萧元一样，知道这里面有多大的利润，才搏动人心。万一这事泄露出去，别说萧元了，就连石龟村都得遭殃。相公，真的能做到吗？那我们以后不行。为什么呀？你现在明白了？这里面的危险太大，行不通。危险不是说能去掉里面的毒素吗？还有什么危险？那要是我就制作一点，咱们自己人用呢？恐怕不行，这事太危险了，万一泄露出去，所以最好不要。空得宝山却不能动用，实在让人有些遗憾。见到小竹和玉娘还是一副不明所以的模样，唐婉赶紧小声给他们解释，万一他们将事情说漏嘴，就糟糕了。而知道了这里面存在的危险之后，两人也发誓绝对不和任何人说起。难道就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吗？这样吧，明天我会让大家不要打扰你，你先去弄一点试试，能成功的话再说，切记注意安全。相公，我是不是不应该告诉婉姐姐啊？没关系的，就算你们不告诉她，我想要做点什么也瞒不过她，所以迟早她都会知道的。相公，我和小竹比较笨，要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你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啊。你没听过吗？娘子还是笨一点好。放心吧，这些都是小事，我也算死过一次的人了，只要和性命无关，都是小事。第二天一早，萧元独自进山来到昨天发现食盐矿那边。果然是食盐矿。萧元小心翼翼地在食盐矿上舔了一下，发现又苦又涩还很咸，就知道自己没有找错目标。萧元用携带的小锤子敲下一些沉黑褐色的食盐矿，然后在小河边找了个大石头，仔细的研磨成粉末，放在盆中用水化开，再用布条将这些盐水过滤一遍。果然盐水变得清澈了许多。因为他没有携带铁锅，所以只能找到一块大石头，然后将盐水小心的倒上去。很快，盐水就被蒸发，只在石头上留下薄薄的一层白色晶体，这些就是精盐。萧元用手沾了一些盐，放进嘴里，发现那种苦涩的味道果然消失了，只剩下咸味。随后将小盆的水依次倒在石头上，很快萧元就收集到了一袋子的精盐，然后才返回村中。怎么样？见到萧元回来，唐婉立刻拉着他进了房间，并且让小竹在门口守着，不让任何人过来。成了，真的成了。唐婉见到袋子里面略带一丝黄色的精盐，吃惊的嘴巴张得老大。你试试，我已经尝过了，应该和精盐差不多，主要还是工具有些简陋，不然应该能更好。这还是工具简陋做出来的。唐婉整个人都麻了，倒不是不相信萧元，只是他不敢想象而已。他自认为还是见过一些世面的，只是萧元给他带来的震惊，还是让他觉得自己就是个没见识的乡下村姑。这东西你打算怎么办？放心，先放在我这里，等屋子加固好了，咱们再去一趟德县，到时候就说是从德县买回来的，这样大伙也能放心的使用，你看如何？至于贩卖的话，除非咱们能找到一个大靠山，否则就不用想了。
就按照你说的办。等这里的吃完，你再做一点，然后我们去德县就说是买回来的。你记住，一次只能制作一点点，千万不能做太多，也不能让人发现。放心，我有分寸。少爷，您别着急。哎呀，我哪着急了？要不你出去看看，四哥不是说今天会回来吗？怎么还没有来？话音刚落，一架马车就缓缓驶来，旁边还有一个英武的少年，手持一杆红缨长枪，骑在高头大马上。四哥，还是你厉害，听说老爷子派了一队新兵，也没将你弄回去。嘻，哪里还是比不上四哥。四哥可是让陛下都妥协的人呢。你们两个现在是打算在门口不进去吗？四嫂，四哥他欺负人，没规矩。你现在可是男儿身呢。那什么，四哥、四嫂，咱们还是先进去吧。晴儿，你这次胆子实在太大了，要不是爹爹发现了你，你真要一个人去北门关，万一路上发生了什么意外，你让你四哥和爹爹怎么办？嫂嫂，我现在叫莫青，是莫家远房亲戚，叫外面可别叫错了。原来她是玉国公莫问天之女莫青，她作为莫家独女，从小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哪怕是在京都，也属于能横着走的人物。嘿，安康，他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在京都的时候，那些王公贵族见到他都要绕道走。别说的我好像欺男霸女一样，要不是他们心中有鬼，何必怕我？没错，夫君，这是我肯定站在晴儿这边，他欺负的那些人可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就算是父皇也没有怪罪晴儿。是，我知道你们都宠着他，现在他都成了京都的小魔王了，尤其是二嫂，还帮着他打人，蒋国公家的小儿子，听说现在都还下不得床。丫头，不会是京都已经没啥玩的，你才跑到这边来玩吧？我告诉你，北门关可不是京都，那些贼子可不会给你放水。上个月幽兰国派遣使者前往京都的事情，四哥应该知道吧？当然了，北方幽兰国属于游牧民族，每到冬天他们的食物就会短缺，所以在冬季的时候都会对我们发动进攻，抢劫粮食。这次他们派遣使者过来，应该和这个有关吧？没错，他们希望我们能赠予他们一些粮食，不然就只能和往常一样对我们进行抢劫了。那群无耻之徒还说什么不希望两国之间有什么误会，也不希望战士们有所死伤，所以希望我们能给予他们粮食和黄金。父皇绝对不会答应的，哪怕开战，父皇也不会答应如此无理的要求。陛下怎么说？陛下自然是大怒，要不是对方使者的身份，怕是京都都出不去。不过对方却提出了以粮草为赌注的比试，文士3场，武士3场。他们还有粮草拿出来当赌注？对方出的是牛羊，他们竟然会用牛羊来做赌注，他们有必胜的把握。父皇答应了比试吧？是的，可惜文士3场，仅诗词上不分胜负，对联和算术我们都输了。之前在巨福楼的那副上联，就是当时幽郎国出的。莫平叹了口气，有些怨恨那些文官不给力。武士呢？武士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吧？京中多有大将，随便出一人都不是他们可以匹敌的。对方有备而来，在比试之前就先说明，这次比试是比未来国运，只能由年轻人上场，老一辈的不能以大欺小。武士3场中1胜1负，最后还是二嫂出战，胜了对方，算是我们3局2胜，那岂不是打成了平手？这怎么算？对方说他们文士、武士加起来赢得更多，所以要算他们胜，我们这边自然不答应。说好了1文1武各算1分，平手就是平手，大不了择日再战。陛下也被这结果弄得面上无光，听说回了后宫大发雷霆，要不是皇后娘娘劝解，怕是要出人命。莫平和安康公主面面相觑，陛下平常可不是一个嗜杀的人。武士战败的李虎哥哥，听说要不是姨娘拉着，差点就被他爹打死了。就李虎的身手在他们这一批官二代中都算不错的了，哪怕是莫平也不敢说100%能胜对方，可依旧战败了。那现在赌约如何算的？既然是平手，干脆就算了。朝中不少大臣也这样说，不过陛下却说在冬季来临之前再比一次，依旧是文士3场，武士3场，若还是平手，就当场加试1场。这安康公主微微皱眉，不明白为什么父皇还要答应。那要是输了的话，不光要赔给对方粮食，更重要的是对士气的打击，到时候怕是会相当的难办。嫂嫂不用担心，爹爹说了，这次我们的胜算更大，这次我们有了准备，若是再次平手则加试1场。比试是他们提出来的，比什么也是他们说了算，所以这加试就应该由我们说了算。爹爹说这就是陛下的后手，到时候情况不对，只要拖到平局就是我们赢了。两人闻言这才喜笑颜开，佩服陛下的深思熟虑。而且今日我也遇到了一名才子。随即莫晴将偶遇萧元的事情说了出来。哦，仅只是片刻就对出了下联，真有这么厉害？没错，而且我觉得他的下联比李长风的更好。说着莫晴就将萧元的下联说了出来，只是莫平有些尴尬地摸了摸脑袋，看向了自家的娘子，让他上阵杀敌没问题，这吟诗作对实在是难为他了。的确对得非常好，如果真如晴儿所说，那人仅片刻就能想出这样的下联，绝对不简单。他的身份你知道吗？本来就只是萍水相逢，我也没有多问，不过应该是附近哪个村子的人。不可能有这等才学，怎么可能只是普通的村民？别说周围的村子，就是在这德县，能识字的有多少？对了，
他说之前山冒脑袋，忘记了很多事，甚至连我墨家都不知道，不熟悉我大夏事务。夫君，你说会不会是？应该不是，如果真有那般才学，何必要做间谍？不管是在幽狼国还是我大夏，必定被重视，不可能放出来做间谍。不管如何，四嫂怀疑的总没错，万事小心为上。等下次见他，我打听一下他的身份。他既然是居住在附近的村民，那么就不可能是突然出现。晴儿是打算将他推荐给京都那边？是有这个想法，不过还要再看看。另一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引起墨家注意的萧元，正打算等房子加固完毕之后，就和唐婉带着玉娘和小竹再去一趟德县。下午的时候咱们加把劲，剩下的工作不多了，等完成之后，明天带你们去德县逛逛。两个小丫头一听开心的不行，做事都格外的卖力。咱们手中的银子还够吗？我想买一些小鸡仔回来，等到时候养大了，不但可以吃肉，还能下蛋。只是买一些小鸡仔的话，应该足够。不过马上就是秋收了，秋收过后就是冬季了，你确定这个时候买回来？咱们可没有多余的食物喂养。放心，小鸡仔只需要家养一些时间，之后就能散养了，到时候他们会自己去找吃的。唐婉闻言也就不再反对，反正银两是萧元赚回来的，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第二天一早，等到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四人就出发前往德县了。接近午时的时候，四人终于抵达了德县。上次来的时候，我在西市见到过卖小鸡仔的，我们过去看看，确定下来之后，我再陪你们四处逛逛。这位客官，我这里不是没有，只是那些鸡仔都是酒楼已经预定好的。你要50只的话，不光我这里没有，另外几家卖鸡仔的地方也拿不出这么多。你要是要个3、5只的话还行。也就是说，我想要买到鸡仔，要么等下一批，要么就是那些酒楼能答应卖给我，对吧？没错。店家可有相熟的掌柜，可否代为说说好话？这次先让我买走50只，如何？这酒楼的份额都是早就定好的，他们要是没有了食材，还怎么做生意？所以一般情况下，他们肯定是不会让出这么多的。店家放心，事成之后，每只鸡仔咱们多出1枚铜板。不要小看这1枚铜板，50只鸡仔就是50枚铜板，这完全就是多出来的利润。好，你们跟我来，去试试运气，能不能成我也不保证。唐婉冲着萧元笑了笑，然后不留痕迹地递给他5枚铜板，意思他交给对方。还请店家上心。好，那你们跟我来，牛大哥。是你小子，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了？不会是我们预定的食材出问题了吧？那哪能呢？胡三笑了笑，走到牛大哥身边，小声地解释着什么。那不行，胡三，当初我可是看在咱们都是一个村子出来的，特意将你介绍给我们东家。若是你为了赚钱就想坑我们东家，我绝对不会答应。哎呦喂，我的老大哥，就是打死我也不敢坑你们东家。主要是小弟手头上没有那么多的现货，到时候可能这50只小鸡宰出来的时间会晚一点，但是绝对不会少你们的。这是我做不了主，只有掌柜的才能决定。那大牛哥，不知道你能不能？哼，在这里等着，我去找掌柜的说说，如果不行的话，你可不要纠缠。好，肯定的。就是你们想要买小鸡仔是吧？是的，家中需要一些小鸡仔，不过市场上的分量都被各大酒楼预定了，所以才让胡三哥帮。算你们运气不错，我家掌柜的答应了。不过胡三，掌柜的虽然答应了，但是你小子可不能太晚补齐数量，否则，哼。是，牛大哥放心，我肯定以最快的速度补货，到时候绝对不会拖欠太久。这笔生意下来，他能赚到不少铜板。本来卖给萧元的单价就要比给酒楼的更高，加上之前唐婉说过，每只鸡仔给他加1个铜板，这样他直接赚翻了。客人放心，我最多1个时辰就能回来，到时候你需要的东西我也一起给你们带过来，到时候你们依旧去西市那边找我就好。那么接下来这1个时辰我们去哪？小竹和玉娘都摇摇头，他们没来过德县，所以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其实能逛的地方也就只有西市，不过之前我们已经逛得差不多了，继续过去也没有必要。至于东市那边，我们最好不要过去，那边都是达官贵人出没的地方，我们过去招惹到什么麻烦就不好了。既然如此的话，我们还是去西市吧，一边等着胡三，一边在那边随意看看就好。众人点点头，都表示同意，随即就朝着西市走去。小伙穿越到古代，带着从未去过县城的2位小娘子上街，却不曾想遭遇蛮横无理的县长女儿。你这贱民，撞了人还想跑？不是我，还敢狡辩！你这贱民，简直……住手！小玉，你没事吧？没事，相公，小兔子掉了。此时玉娘的目光还在那个掉落在地上的小兔子身上。萧元看着脸颊已经有些红肿的玉娘，心中有些心疼的同时，怒气也是喷涌而出，直接回过头盯向动手的少女。干什么？区贱民而已，难道你还想动手不成？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管你是谁，你撞了人不说，居然还当街打人，还有没有一点王法？王法？难道你们不知道她是德县县尊的爱女？是他，是那位德县第1才子孙公子。上次他们来德县的时候，在巨福楼外见过一次，因为对方德县第1才子的名头，所以让唐婉记住了对方。不过后来从莫青那里得知，对方根本就是个欺世盗名之辈罢了。萧元根本不把什么第1才子放在眼里，但是那少女却是德县县尊的爱女，自古民不与官斗，再加上他们在这德县没有任何的势力背景，只要进了衙门，就算他们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
相公，算了，我们走吧。果然，听到对方的身份，玉娘的身体都颤抖起来。县尊可不是他们能得罪的。大胆刁民，撞了本小姐不光不道歉，还打算当街行凶！来人，给我将他们全部抓起来，押到衙门去！不是的，没有，我没有，只是我的东西掉了，我想去捡而已。哼，什么破烂玩意，白给我的不要！你们还在等什么？给我抓人！真是没想到，德县县尊就是这样教育子女的。孙公子，你作为德县第一才子，见到这样的场面，难道就不想说点什么？哦，你认识我？不知阁下是？在下只是无名小卒，孙公子并不认识我。既然如此，那么你应该清楚，得罪了县尊老爷的爱女会是什么下场。听你言语，你应该也是个读书人，只要诚恳一点向苏小姐道歉，我相信苏小姐还是会原谅你的。一旁的苏小燕一脸的不屑，区区一名读书人的身份还不被他放在眼中。苏小姐是吧？不知道你如此行事，你父亲知不知道？你找死！混蛋，你在干什么？还不赶紧放了苏小姐！负责保护苏小燕的仆役也立刻紧张起来。如果苏小燕凉了，那么他们也必然要凉。萧元在抓到苏小燕的第一时间，他就朝着身后的唐婉看去，发现他在愣了一下之后，就立刻带着小竹和玉娘混进人群之中，不由得嘴角微微翘起。显然唐婉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我自认我没有那样的能力，但是我不介意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匹夫一怒，血溅无步。别，这位兄台，不要乱来。我无意伤你，只是你过于跋扈，为了自保这才抓你。只要我没有感受到危险，也自然不会伤害你。不过如果你们想要我的命，那么我不介意带着你一起。好，只要你放了苏小姐，我保证让你们离开。今天是他约苏小燕出来的，虽然整件事和他关系不大，但如果苏小燕在这里出事，那么他也要凉。哈，你觉得我像笨蛋吗？那你想怎么样？这里闹出的动静不小，等会衙役和捕快过来之后，你就更加逃不掉了。萧元心中默默算了算时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唐婉他们三个这个时候应该已经靠近城门了。如果继续拖下去，真的等到官府的人来了，他也就不好脱身了。就在萧元打算放了苏小燕然后逃跑的时候，突然感觉脑后一阵恶风袭来。你故意的？不是的，我是想打你的。喂，接着赶紧送他去看大夫，可别真的弄出人命了。快去追，不要让他跑了。孙公子虽然头上顶着德县第一才子名号，但是家中父亲只是德县一富商而已，所以能和苏小燕攀上关系，甚至成亲的话，对他来说才是最好的结果。魏叔，你怎么来了？萧公子多日不见，依旧气宇轩昂啊。魏叔这是在取笑我？今日有事就不和魏叔多说了，日后有空再来打扰。萧公子勿急，听说你们和苏家小姐发生了冲突。不错，魏叔这是何意？我墨家在这德县还是有些薄面的，更何况这次并非你们的错。上次青少爷可是交代过了，要是萧公子来了德县，可是要第一时间通知他的。难道萧公子打算不告而别？如此就只能拜托魏叔了。萧元不知道为何墨家要如此对他礼贤下士，就连他得罪苏家大小姐这事都愿意帮他出头。他只知道自己这次算是欠了对方大人情了。住手！老朽墨家酒楼掌柜莫卫，这位萧公子乃是我家青少爷的好友，想请你家小姐来墨家酒楼解除一下刚才发生的误会。几名仆役面面相觑，墨家酒楼和墨家他们是知道的，而且他们也得罪不起，只是伤害了他们小姐的犯人就在眼前，他们要是就这么回去，怕是不好交代。放心，你们回去如实禀报就好，这干系我们墨家担着，难道你还怕我们墨家跑了不成？几名仆役闻言，这才转身离开。萧公子，我们先去酒楼，等青少爷如何？刚才我已经派人去通知青少爷了。小玉和小竹呢？他们还在墨家酒楼，我很担心你，所以去墨家酒楼求他们来帮忙的。咱们和他们并没有关系，更何况这次我们得罪的是知县千金，你就不怕墨家拒绝？当时我也是没有办法了，只能病急乱投医。更何况魏叔也说了，这事他不能做主，只能先跟着我过去将情况稳住，等墨青来了之后，才能决定帮不帮我们。没想到你居然自己就跑出来了。小玉、小竹，相公，你没事吧？萧公子还请稍等，我家少爷正在赶来的路上，我先去安排一下，让人准备酒菜。此次多谢墨家元首，不管结果如何，萧某都成情了。萧公子无需多礼，一切等青少爷来了再说。魏叔，事情如何了？四少爷、公主、青少爷。魏叔先是分别见礼，然后才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魏叔处理得很好。现在人在2楼包间，另外我对苏家的仆役说了，请苏小姐过来一叙，只是对方还没有来。行，我先上去看看。这是贱内小玉、小竹，本来今日是带他们来德县逛逛的，没成想出了这样的事情。若不是魏叔出手，怕是事情要更加的糟糕。随即萧元简单的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岂有此理！光天白日之下，身为知县子女，竟然如此目无王法。后来我也挟持了他，本想着利用他脱身，结果阴差阳错之下，他却被自家仆役击伤了脑袋，现在也不知道情况如何。如果事情过于麻烦，莫公子只当没有见过我等就好。德县知县是苏有德吧？我记得他人不错，没想到其女竟然如此霸道。这是我哥莫安，他在北门关当差，今日有空特意回家看我。
他身边的是我嫂嫂。为了不暴露身份，莫晴当场给他四哥也起了一个名字。原来是莫安公子和莫夫人，在下萧元，一介平民。我知道你，我才回家，小新就说遇到了一位大才子。莫公子过奖，在下可不是什么大才子，仅仅只是粗通文墨罢了。呵呵，萧公子的下联可不是粗通文墨之人能对出来的。好了，哥，真是没想到，萧大哥居然已经有3位妻子了。你就不要调笑我了，这周边村子的情况你难道不知？我上次不是和你说过吗？我头部受伤，之前的事情忘记了很多。当初正是小玉和小竹救了我，所以我才在他们村子留了下来。莫晴一愣，萧元所说周围村子的情况，他还真不清楚。见到莫晴一副不明所以的模样，萧元于是将寡妇村的情况说了出来。原来如此。之前我在北门关就感觉有些奇怪，那些士兵基本很少有本地人，而且在本地募兵也相当困难，原因竟然是这样的。本以为我大夏在陛下的带领下，这2年国力正在日渐强大，没想到就在这德县周围，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哥，你说在京都的那些人，他们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不过如果他们不知道的话，苏有德这知县也算是当到头了。这么大的事情，他居然敢隐瞒不报，这事和知县应该无关吧？没有男性，他也辨不出来啊。哼，和他无关。若是他据实上报，肯定会影响他的政绩，不过却能改善当地百姓的窘迫，至少官府不会看着治下百姓饿死而无动于衷。真是没想到，他苏有德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没错，按照关中那边的处理方式，人口不足的村子就会合并在一起，这样剧团报脑后，至少不会发生饿死、冻死人的事情。可是如果当地知县知而不报，那么官府就不会有任何行动，那些缺衣赏食的村子就会逐渐消亡，到时候就真的连罪证都没有了。那个相公，之前有官府的人来村子，让我们和别的村子合并，不过大伙并没有答应。众人纷纷看向小竹，将他吓得又缩回唐婉身后。还是我来说明吧，咱们这位知县有没有上报我不清楚，但是他的确安排人让我们和其余村子合并，不过不光我们，其余村子的人也都拒绝了。为什么？人多力量大，至少可以多种植一些粮食吧。10个女人和100个女人有什么区别？我们能种植多少粮食？家中没有男人，很多事情我们根本做不了，所以该怎么生活还是要怎么生活。至于那些村中还有1、2名男子的村子，就更不愿意合并了。唐婉的话说完，莫晴3人都陷入到了沉思之中。实在没想到，事实居然是这样的。可是难道当地官府不会给你们发放一些物资、粮食吗？当地官府哪有多余的钱粮？就我北门关的军粮都没有足数过，就更不用说德县这边了。尤其是边关，奇缺食盐，没有食盐，士兵们的身体素质就要比幽狼国差一截。小新，你不知道醋布是什么东西吧？莫晴摇摇头，表示他的确不知道醋布是什么。所谓醋布，就是用布条在盐水之中浸泡，然后做吃食的时候沾染一点盐味。不过那玩意不能长久保存，所以使用的时候就只剩下酸味了。而且这种醋布在我们村子只有每月集市的时候才能少量换取。萧元的话让莫晴更加的沉默了。在京都的时候，他虽然不至于浪费食物，但是那些不可口的食物他很少会碰。少爷，苏大人亲自过来了。苏知县亲自过来的？你让他上来。莫平认为萧元和苏家大小姐只是普通的冲突，完全没有必要让苏有德亲自跑一趟。莫晴却不以为意，在京都他都属于横着走的人物，更何况一个小小的知县。县长女儿被我当街搞得挨了一顿，当他县长老爹找上门后，不仅没责怪我，还一个劲的感谢我。不知道这里几位谁做主？在下莫清，这是我哥哥莫安。至于那边的是萧公子，也就是今日和令爱发生冲突之人。我们想做个和事佬，今天这事本是小事，双方都有不对的地方，所以还请苏县令给我莫家一个面子。你能代表莫家？小女现在可是还昏迷不醒呢。苏县令是觉得我的身份不够资格做这个和事佬。非也，只是想要知道阁下是莫家哪位少爷，以后在这德县，还希望莫家能鼎力相助。鼎力相助。不知道苏县令对周围寡妇村的事情怎么看？非是在下不作为，只是这里面的事情在下的确有心无力。苏大人请坐，可否说说这里到底有什么问题？毕竟这德县也是我莫家的祖地，若是有用得上我莫家的地方，我莫家绝对不会推辞。事情很好解决，只是缺人缺钱粮罢了。这寡妇村的形成，莫少爷应该知道吧？我大夏朝成立之前，中原年年征战。当初孙大人在这南河道一战，消灭平凉王10万甲士，但也是通过南河道10万壮士换来的。后来北方幽狼国年年南下，我大夏极力防守，每年依旧有人死于战乱。没错，我南河道缺人少粮，这事就算是陛下知道也没有办法。除了江南繁华之地外，我大夏现在哪里不缺钱粮？更何况我南河道还和北方幽狼国接壤，每年冬季之前他们都要南下，我南河道的铁器、钱粮自然要优先北门关。我们在后方可以饿肚子，但是在前方的战士不行。苏有德这话说的斩钉截铁，让莫晴和萧元等人对他都有些刮目相看。这位萧公子也是寡妇村的人吧？我就问你一句，本官可曾派人征收你们1颗米粮的税收？关于税收方面的事情，才来几天的萧元自然不知道，所以他也只能看向唐婉。
据我所知，虽然知县大人从来对我们不管不问，但是也从来没有收过我们的税。没错，这也是我唯一能为你们做的事情了。你们不清楚，但是莫少爷应该明白，没有税收对于我这个知县来说意味着什么。官府考核官员主要在3个方面：税收、治安和民生，而最直白也最重要的就是税收。我的县周围37个村子，其中寡妇村占了1多半，其余村子也是男少女多。按照上官的命令，免除寡妇村税收，这也导致我的县税收年年赤字。再说民生问题，考核民生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新生儿的出生率，你们认为我能达标？苏有德的话让包间内的人都沉默了下来。既然陛下也无力顾及德县，难道苏大人就没有想过咱们德县自力更生？自力更生谈何容易？萧大哥可有什么好办法？不知咱们德县有什么货物或者东西是咱们特有的？如果有的话，倒是可以由官府出面组织商队，将咱们的特产卖到别的州府，再从别的州府买一些咱们需要的货物，这样就能有效的拉动德县经济。拉动德县经济可以。按照这位萧公子所说，是让县衙出面去做生意。先不说能不能赚钱，就这样的事情是万万不能做的。没错，萧大哥，这官商勾结本来就是大忌，你还让苏县令以县衙的名义去做生意，这怎么可能？不是，我可没有这个意思。怎么解释呢？就拿这粟米为例吧。假如这粟米只有咱们德县有，别的地方都没有。粟米整个北方都在种啊，就连京都那边都有呢，怎么可能只有德县有啊？我是说假如，这只是个假设。好，你继续说，我不打断你。以粟米为例，这东西在我们这边家家户户都有种植，所以根本卖不上价格。要是走得太远的话，光运输成本都赚不回来，商人自然也不会去做。但是如果由官府出面成立商队，由商队统一收购粟米，在一起运输到临近稀缺粟米的州府，这样我们卖出的价格肯定会高一些，回来时再购买一些我们需要的。他们那边很多价格便宜的物资运输回来，岂不是就等于我们拿粟米高价兑换了他们低价的商品？至于所谓的官商勾结，县令大人又没有参与到商品交易中去，官府要做的只是成立商队，并且在暗中掌控好价格就可以了。萧公子的话的确非常有道理，但是这成立商队如何让商人心甘情愿？很简单，利益。商人逐利，没有好处的事情他们不会做，那么我们给他们好处就是了。虽然临近州府售价高，但这运费怕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们一家商人自然承担不起运输的费用，他们一次能运输多少粟米，所出售的粟米价值自然赚不回运费。但是商队却不同，我们是大量的运输粟米，自然有的赚。萧元说完之后，发现众人依旧不解地看向他。这里面有何区别？你们不知道这里面的区别？包括唐婉在内，所有人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萧大哥，这运送1车粟米要1两银子，运送10车粟米自然就要10两银子，这里面有何区别？运费主要用在人吃马嚼上，那么我运送1辆马车需要1匹马1个人，那么我运送10辆马车，难道也要10个人？那倒不用，最多4、5个人就足够了。而且假设一次的运输费用是100两银子，一个商人承担不起，但是10个商人难道还承担不起？众人这才恍然大悟，这里面的确有区别。除了利益之外，还需要带头人。不过这德县范围内，还有谁比墨家更合适？只要墨家答应加入商队，我想县令大人应该不用烦恼商人的数量才对。果然，苏有德闻言，眼前一亮，立刻看向了莫晴、莫平俩兄弟。此事我墨家虽然义不容辞，但此件事现在也还无法决定。这商队交易的货物是什么，价格如何商定，这些都还需要商量。不过请苏县令放心，我们回去之后定会如实禀告族老，尽力促成此事。如此就拜托2位了。随后几人就在这包间之中，又仔细地协商了一下商队的可能性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直到魏书进来告诉苏有德，有衙门的正在找他才罢休。看来萧大哥以后也不用担心这苏县令找你麻烦了。现在说这些还太早，商队能不能组建起来，还得看有没有合适的货物，不然一切都只是空谈罢了。萧兄弟，别的不说，你能想到这个主意已经很棒了，至于能不能成，则是需要苏有德去努力了。对了，萧大哥今日来德县可是有事？糟了，我的小鸡仔，我还有事，得先行一步。慢点，别急，什么事情说清楚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无奈之下，萧元只好将今日自己进城买小鸡仔的事情说了一遍。这萧大哥还会养殖？不会，不过也没有关系啊，不会就去学好了。萧大哥，我和你一起去吧。今日这商队的事情，我们回去肯定要和族老们商量一下。我让4哥4嫂先回去通知族老们，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回去，有什么问题也好及时的询问你，如何？那好吧。我还以为客官不来了，我这都准备回去了。抱歉，有事耽误了一下，我能看看货吗？当然，东西都在这里。萧元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小鸡仔都是没有问题的，他就怕对方卖给他一些生病的小鸡仔，到时候弄回去也养不活。等到钱货两清之后，莫晴就迫不及待地拉着萧元离开。这个萧公子果然不简单，虽然我对商人的那一套不是很懂，但是他提出的这个意见非常厉害。那你之前还拒绝苏有德？
因为我感觉这里面应该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只是我暂时没有想到而已。那位萧公子肯定知道，只是没说。不过没关系，我们墨家也不缺少商人，掌柜回去问问就好。一人计短，两人计长，等我们都搞清楚了，知道了里面的风险和利益之后，再答应不迟。娘子不愧是京都有名的才女，为夫能得娘子，真是三生有幸。我这算什么才女，只是接触过，所以了解罢了。那黄云霜才是京都第一才女，夫君应该知道她吧？她可是将我们这些公主都稳压了一头。云霜那丫头的确厉害，就连陛下都曾公开赞扬过她。她和小晴的关系更好，我来北门关之前，也只是见过她几面而已。等两人回到老宅，找到族老莫鹏程，将事情说了一遍之后，莫鹏程立刻将其余族老叫来商量此事。萧元到达议事厅后，众人也是纷纷抛出自己问题，萧元则是一一回答。不过这里面我还要给各位提醒一下，那就是你们购买回来的货物中，绝对不能包含粮食和器械。为什么？我们回购粮食，然后在德县低价出售，不是能收获更多的名声吗？萧元笑了笑，没有解释，而是看向了墨家其余的人，其中有几位族老似乎很快就反应过来。看来几位已经明白了。萧公子提醒的是，那些东西的确不适合我们墨家。就在这个时候，一位管家有些着急地走了进来，快步走到莫平身边，然后小声说了些什么。当真？千真万确，老奴刚才仔细确认过，和官府所销售的戏言的确有区别。好，这事你先不要声张，那个丫鬟你也吩咐她不要多嘴，此事我来处理，你先退下。平儿，何事？一点小事，鹏程叔公无需挂怀。萧元感觉有些奇怪，因为之前莫晴给他介绍的时候，明明说这是他哥哥，名叫莫安，为什么莫家族老却叫他平儿？似乎感受到了萧元询问的眼神，莫晴立刻假装没看见，转头在那里和安康公主小声地说着什么。萧公子，这商队除了回购的货物之外，我们墨家可还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没了，这事本来就不复杂，以墨家的能力不会有问题。不过为了稳妥起见，你们可以给京都的莫国公去一封家书，将这件事告诉他，看看是否有不合适的地方。毕竟朝堂上一些忌讳我们也不知道。又聊了一会之后，萧元感觉这里已经没有他什么事了，于是起身提出告辞，打算回房去休息。萧公子且慢，在下对萧公子的文采可是相当佩服，不知萧公子可否赏脸与在下小酌几杯？莫公子客气了，客随主便，且。你哥应该有事和他相谈，你就别去打扰了。有什么事还不能让我知道？他还是先认识我的。安康公主见到莫晴像极了被抢走玩具的小孩，不由得笑出声来。好了，应该是和之前管家进来汇报的事情有关。等他们商谈完，你再去问你四哥，难道他还真的会瞒着你？莫哥儿，之前那萧公子所说，粮食、器械不能出现在我们的物品清单中，你可已经明白其中用意？回叔公，是的，我已经明白了。我墨家属于勋贵，我们若是公开低价出售粮食，有收买人心的嫌疑，所以最好不要沾染。至于器械，这东西除了官府，谁都不能碰。不错，不过你只说对了一点，其实还有一点你没有考虑到，这德县可不止我墨家一家，我们公开低价售卖粮食，势必要得罪另外几家粮商。虽然不至于怕他们，不过他们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话，也有些麻烦，所以萧公子才会建议，如果我们想要购买粮食的话，可以转卖给官府。听完后，众人这才恍然大悟。众所周知，古代制盐是要掉脑袋的，然而这个小伙不仅要制作，还将制盐流程告诉他人。这是你的东西吧？不小心掉在了地上，被丫鬟拾到了。如果我没有看错，这里面应该是精盐吧？萧公子能否说说这精盐为何和市面上的不一样吗？莫公子，我只能说这东西的确是我的，但是此事事关重大，如果想要我开口，除非让我面见你家玉国公。你是嫌我身份太低？不敢，你是墨家四少爷。你怎么猜出来的？之前你说你身份特殊，后来又想到你在北门关任职，这样似乎只有墨家四少爷这个身份了。嗨，不错，我就是墨家四少爷莫平。既然如此，那我就老实和你说吧，这些戏言是我制作的。什么？你制作的？你怎么制作的？莫公子可知毒盐矿？你能驱除毒盐矿中的毒素？在下不才，的确可以，而且事实不就在眼前吗？得到萧元的肯定回答之后，莫平一时间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傻傻的看着萧元，好一会才缓过神来。萧兄弟，我刚才没有听错吧？你说你这精盐是从那毒矿石中弄出来的，可以吃？萧元也不废话，当着莫平的面，用桌上的菜沾了一点，直接吃了起来。真香！哎，莫公子，不要叫我莫公子，叫我莫四哥或者四哥都可以。我们这公子来少爷去的，实在有些见外。你若觉得我不够格做你兄弟，称呼我表子坦叔也行。莫四哥不愧是军武上的汉子，那小弟就高攀了。什么高攀不高攀呢？凭借老弟你的学识，高攀的是我才对。别的不说，你这制盐之法，只要献给陛下，陛下还能不给奖赏？和我拉近关系，我还以为是看上了我的制盐大法，没想到居然让我上缴给皇帝。难道莫四哥不想自己做？有我这制盐之法，不说别的，让你墨家富可敌国也不是不可能。虽然我不知道你这制盐的法子能制作多少精盐，但是有我墨家参与，想来1个月怎么也该出盐了吧？你信不信？只要咱们真的敢这么做，3个月之内，我墨家一家老小加上你老弟的尸体就可以挂在墙上风干了。
哈哈哈，不用1个月，只要你墨家的人力物力到齐，3天之内我可以给你第一批盐。好吗？3天，原本我还以为要3个月，现在最多1个月，咱们就能在阴曹地府会面了。哈哈哈。莫斯哥果然厉害，这也是我没有大批量制作，甚至都不敢贩卖的原因。我制作的精盐全部都在这里了，这不还打着来德县的借口，然后才敢拿回去让村子里村民们使用的。所以我也才建议老弟将这配方交给陛下。如果老弟信得过我，我可以立刻给家父去一封书信，让家父面见陛下，亲自为老弟请功。萧元闻言有些动容。莫斯哥为何不直接向我索要配方，然后以墨家的名义上交给陛下？到时候你们获得的赏赐更多了。我莫平是什么人？岂会贪图你这功劳？我要什么，自会去幽郎国身上去，这才是我墨家儿郎。萧兄弟，还真是奇怪，以往我和那些什么书生、才子基本上都聊不到一块去，但是今天和你却聊得非常投机，这是为何？因为我又不是书生、才子。哈哈哈，也对，不过我兄弟可是有本事的人，岂是那些才子可以比拟的？两人一边吃喝一边聊天，越聊越投机，一时都忘却了时间。婉姐姐，相公怎么还没有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吧？放心，这里可是墨家，不会出事的。唐婉心中也有些焦急，外来的危险不会有，但是如果墨家对他动了心思，他也无路可逃。最终，唐婉安抚好玉娘和小竹之后，决定自己出去看看。墨清公子，请问萧元在哪？是萧夫人啊，萧大哥还没有回去，正好我也打算去找他。走，我们一起。夫君，夫人，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夫君，你将萧公子叫走，也不说干什么，我们等了半天也不见你们出来，只好过来找你们了。萧公子的夫人估计也是有些担心，正好遇到我们，所以就一起来了。抱歉，我们一时聊得兴起，就忘记了时间。夫人快来，我来给你重新介绍我萧兄弟。萧兄弟，这就是你四哥我的妻子，当朝安康公主。怎么样，哥哥我厉害吧？公主。莫晴和安康公主则也是有些意外，他们没想到短短时间，莫平竟然连自己的身份都告诉了萧元。唐婉更是一脸震惊看向安康公主，甚至连身子都略微颤抖起来。见到三人的模样，莫平不由得大笑起来，然后给莫晴和安康公主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要自曝身份的原因。什么？你会制盐？从毒盐矿之中提取细盐？萧公子当真可以？事实不就在眼前吗？安康公主非常清楚这代表了什么，若是真的可以，她不敢想象里面的利润有多大。不过还不等她多想，莫平就将这里面的风险说了一遍。也对，这种事父皇是不可能让别人掌握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交给父皇。不过萧公子不用担心，我父皇对于有功的人绝对不小气。几人围绕着制盐的事情又聊了一回，萧元感觉唐婉和平常有些不一样，一直低着头，也没有怎么说话，偶尔还偷偷的打量着安康公主。那个时间也不早了，公主、莫斯哥、亲公子，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吧。糟了，小玉和小竹还等着我呢。四哥，你就这么看好他？你不懂，萧兄弟是个真正有本事的人。明天我们跟着他一起回去，见识一下他如何从毒盐矿中取出精盐来。只要他所说的没错，小妹，你就立刻回家一趟，将这边的事情告诉父亲。哼，不要，我是去北门关的。结果现在连北门关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你就想打发我回去？这边的事情你写封信回去不就可以了吗？此事孰轻孰重你不知道，一封信能说得明白。另外父亲肯定也会有所吩咐，等事情解决，到时候我陪着你去北门关。好，一言为定，到时候你要骗我，你就死定了。夫君，你这样承诺晴儿是否不妥？真的让他去北门关，宫殿那里怕是不会答应。放心，这一来一回不需要时间。难道娘子忘记了，入冬之前，陛下可是答应了要和幽郎国再比一次的。到时候以萧兄弟的文采，不说入选，至少肯定要去京都。偌大的京都，萧兄弟第一次去，肯定人生地不熟，还是要有人陪伴较好。我作为北门关校尉，自然不能轻离。你觉得还有比小晴儿更合适的人选？夫君的兵书看来并没有白看嘛。那是当然。萧元在回到自己房间前，先和唐婉去了一趟他的房间。小竹和玉娘两人见到萧元之后才舒了口气，小竹更是叽叽喳喳的和他说个不停，告诉他这里的点心有多美味，床铺上都是香香的味道。相公，我们明天就回去，对吧？怎么想多住几天？这里再好也是别人的家，我更喜欢自己家里。相公不是给咱们的房子加固了吗？住着也很舒服的。陪着两人说了一会话，等到两人的情绪都稳定下来之后，萧元才打算离开。那个婉姐，我有些记不住路了，我的房间是在哪边？你是笨蛋吗？走吧，我送你过去。跟着在前面引路的唐婉，萧元心中正在组织着语言。他察觉到了唐婉知道对方是安康公主时的不对劲，但是却不知道要如何开口。怎么，不是有话想和我说吗？只是感觉你今天好像有些不对劲，并没有别的事情。我只是有些诧异罢了。制盐这种事，我没想到你居然会和墨家的人说，万一他们用心不良的话，结果可能会很惨。我知道。为了让唐婉不用担心，他将丫鬟发现盐袋子的事以及自己的后手准备说了出来。如果当时他想要抢夺我的制作方法，那么我会笑着告诉他，然后立刻带着咱们石龟村的人远遁。等到他墨家开始开采毒盐矿之后，我只需要将这件事散布出去，他墨家就吃不了兜着走。原来如此，既然你早就有所准备，那我也就不用担心了。
所以其实你是一直在担心我，对吗？也有一些别的原因，不过那并不重要。那行，等你什么时候想和我说的时候，我一定洗耳恭听。这个我好像不会。放心，这个很简单，咱们也不着急，路上的时候我教你就好。男人还是得骑马，坐马车那是娘们的事。对于骑马，萧元也表现出了兴趣。前世的时候，他只在景区骑过马，而且还是由马主人牵扯缰绳慢走，所以在莫平和他讲解注意事项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经过莫平的讲解，萧元已经能适应骑在马背上了。不过真要策马奔腾的话，估计还是不行。老弟悟性不错啊，这么快就能骑马慢走了？我这算什么？和莫斯科比起来，简直一无是处。萧元这话倒也不是谦虚，莫平作为将门中人，从小就开始骑马，骑术对于他来说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莫斯科，咱们就这样去吗？你还需要什么东西？我的意思是，你和公主出行，难道不带一些侍卫之类的？当然不是，你出城就知道了。等到出城之后，萧元才发现这里有10几名墨家的家将和一队士兵，早就在这里等着了。见到他们过来之后，家将们立刻四散在马车周围，将马车保护起来。至于那些士兵，则是跟在马车的后面。老爷，老家那边来了书信，还有小姐送来的东西。是秦丫头，她居然还会给我送东西回来，还真是难得。如月可在家中？在的，三少夫人一般都在家中，很少外出。你去叫她过来一趟。爹爹叫我过来，可是有事。如月来了，你先看看这个。唐如月，当朝公主，同时也是墨家三少爷的妻子。可惜两人才刚刚新婚，前往北门关祭拜二哥时就出了事。这些年，如月公主一直寡居在墨家。烟锁池塘柳，登霄江灞桥，真是好剧。没想到德仙居然还有如此才华过人之辈，小晴运气不错。你的文采就算是比那云霜侄女也不差，你觉得此对如何？爹爹过誉了，云霜的才华我可比不上。不过就光论此对，黄云霜也必输。按照小晴所说，此人在片刻之间便做出此下联，光凭这一点，京都无人能敌。哦，当真如此厉害？若是小晴所说无误，对方当真是第一次见到此上联，片刻就能对出如此下联，那么在这副对联上，应该没有人可以胜过他了。听着如月公主给出的评价，莫问天陷入了沉思。爹爹是在怀疑对方的身份吧？没错，学问和学武不一样。学武的话，只要有天赋，再加上自己的努力，的确可以变得很优秀。可是学识却不同，要么家学渊源，要么有名师教导，不然光靠刻苦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才华。如月公主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比如我，虽然我也是起于草马，但是祖上却传下了墨家枪法，所以哪怕没有名师教导，只要我刻苦修炼，然后把握住机遇，就能飞黄腾达。但是你看看那些老夫子，可有起于草莽还没有名师教导的？想要有过人的文学累积，最简单的一点就是要有书可以看，光是这一点就将无数寒门学子拒之门外了。如月公主恍然大悟，她出身皇家，自然不了解这些。一个看过很多书的人不一定有才华，但是有才华的人必定看过很多书。根据莫晴所说，那位萧公子只是普通百姓，这一点绝对有问题。那爹爹要去信提醒一下小晴嘛，省得他被人所骗。不妨事，先看看再说。只要对方真的有才华，身份什么的也不重要。这副对联你就拿去吧，要是喜欢的就留下，不喜欢的话就送去陛下那里。没事多出去逛逛，天天在家中的话可是会生病的。就算不去外面，去皇宫看看陛下也好。我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当初墨家三少爷去世后，不管是陛下还是莫问天都劝说过他改嫁，没有必要浪费自己的大好年华。但是如月公主却坚定地拒绝了，并且一直寡居在家，很少出门。苦了这个孩子了。另一边，从德县回到石龟村的萧元等人，却将村民们吓了一大跳。尤其是看到那一队士兵的时候，村民们都有了一些恐慌。当初村子里的男人就是被当兵的给抓走的，好在唐婉及时出面安抚了大伙，这才没有造成了什么骚乱。萧元自然知道莫平是想早点看到毒盐矿制成精盐的过程，所以也并没有多说废话，就带着他们朝着后山小河走去。路上，莫平等人见到了竹子水道以及萧元的捕鱼陷阱之后，都赞叹不已。莫平更是希望能在周边的村子普及一下，这样百姓用水就会方便很多。这种东西制作简单，基本上有手就行。到时候回去之前，我做几个样品让你带回去，你将样品告知苏县令就好。不过那捕鱼的陷阱就不要告诉他了，不然河道里的鱼被过度捕捞的话，并不是什么好事。周边并没有合适的河道，用处也不大。萧兄弟放心。萧元一听就知道莫平误会了，不过他也不打算解释。很快，一行人就抵达了毒盐矿所在地。制作的过程很简单，至于是什么原理，莫斯科需要我给你详细的解释吗？萧兄弟还请不要误会，并非我窥视萧兄弟的制作方法，只是这种事如果不搞清楚的话，很难和陛下解释，所以自然越详细越好。莫平的话说完，家将们和士兵们都自觉地散开，说是保护大家的安全，实际上是不想听制盐的秘密。我可不介意这些，就是怕你听不懂。首先将毒盐矿敲碎，越细越好，这是因为毒盐矿中含有毒的矿物质，等会还需要用棉布包裹的木炭过滤掉其中有毒的矿体，最后将过滤出来的液体煮干，剩下的就是精盐了。这，萧兄弟，你刚才说的那些我没听懂。哈哈哈。莫斯科还真是实诚，一般人就算听不懂，也会假装说听懂了。毕竟我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不过没有关系，你又不用做学问，管它原理是什么，只要能出盐就好。刚才我的制作过程你记下了吗？只要记下了过程，不出错就好。放心，已经记下了。
不一会，在火焰的帮助下，铁锅内的水分就被蒸发掉，只留下了一层白色的晶体。这次的工具更加的齐全，制作出来的精盐也比我上次的更好，纯度更高。莫斯哥，你们来看看。天哪，这真是刚才你制作出来的？当然，你刚才不是亲眼所见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肖兄弟，我回去之后就立刻给家父写信。倒也不用那么着急，而且我觉得咱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先弄点精盐出来。这没有陛下的同意，我们就私自制盐的话，怕是不妥。莫斯哥放心，我可没有贪图这点财富的意思，只是……当萧元将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之后，一旁的安康公主眼前一亮，点了点头。这个办法不错，到时候父皇就算知道了，也只会一笑了之。好，我立刻回去通知家里，让家里派人过来。另外也将这事告知父亲，如果父亲同意，我们就按照计划行事；如果父亲不同意，到时候我就将我们制作的精盐拉去北门关。这件事，莫斯科最好派一个信得过的人回去京都，到时候老国公问起，也能替老国公解惑。另外，我们这边要是国公有什么安排，也能让他传递回来，这样比信件更加清楚、仔细一些。放心，你四哥办事稳妥得很。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现在就动手，还是等莫斯科的人到齐了再来？现在不急，这些士兵是北门关的士兵，非是我墨家的人，倒不是不能用他们，只是这件事在确定下来之前，我不想将他们牵扯进来。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先回去吧。如何？一切顺利。那就好，之前的野猪肉我都拿了出来，另外我们存下的鱼也有一些了，应该足够莫公子他们吃了。替我和大家说声抱歉，等事情结束，我们再去德县购买一些吃食和粮食回来。无妨，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你的，大家不会有意见的。在村民的帮助下，很快大锅饭就做好了。虽然有些简陋，但是莫平等人并没有表现出看不起的意思，甚至还一直说野猪肉好吃。吃完饭时，莫家的家将和那群士兵就先离开了，莫平三人则是留下和萧元聊了起来。直到1个多时辰之后，莫家的家将和士兵们扛着不少的猎物回来，除了常见的野鸡、野兔之外，还有1头身材庞大的野猪，以及3只体型不小的野狼。今日得众位父老相亲款待，无以为报，只能猎的一些猎物赠送，还请众位乡邻不要嫌弃。这位公子是部的，区区饭食而已，当部的公子如此重礼。老人家，我乃北门关校尉莫平，非是什么大家公子，这些也是我莫家家将和北门关士兵。莫家公子可是莫家四郎？正是在下。看着眼前泪如雨下的老村长，不光莫平有些摸不着头脑，就连唐婉顺和萧元等人也是一头雾水。村长，抱歉，有些丢人了。我儿当年跟随在莫二少爷身边镇守北门关。听到老村长的话，莫平眼睛都瞪大了，看着老村长不能言语。莫家二少爷天生神力，自小就武力超群，是莫平从小的就羡慕的对象。但是当年北门关一战，莫二少爷立即而亡，随他一同守城的士兵最后活下来的不到1成。那您的儿子和二少爷一起魂归地府了。见此情景，莫平愣着原地，一时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老妇人别的不懂，但是保家卫国的道理还是明白的。更何况当年二少爷对铁牛有知遇之恩，若是他在战场上敢做出什么丢脸的事情，就算国法能饶得了他，老妇人也饶不了他。铁牛大哥，老夫人，您说的可是当年我二哥身边的亲卫铁牛大哥？我儿的确是二少爷身边的亲卫，不过并没有听他提起认识4少爷。认识，我认识铁牛哥的。等等，夫君有些不对啊。这里是寡妇村，就算铁牛出身这个村子，按照我大夏的兵役制度，也不会让铁牛从军才对。老村长笑了笑，并没有解释，倒是一旁莫平的手下的1名队正迟疑了一下后站了出来。校尉大人，因为当年北门关兵源不足，所以多次从本地征召壮丁入伍，所以简直岂有此理！难道陈叔不知道这边的情况？他为何还要征召当地壮丁？安康公主口中的陈叔，正是此时北门关的守将武威后陈勇。安康，这里面可能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就像苏县令一样。我相信对于寡妇村的存在，他们都很清楚，但是很多事不是你清楚了就可以不做的。莫平的话让安康公主冷静下来，但是却依旧气呼呼的。她也暗暗做出了决定，等回去北门关就去询问陈勇。如果他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那么他必定会如实禀告父皇。知道了老村长的身份之后，莫平也极力邀请他前往德县去居住。我一个老太婆还去县城干嘛？在那里我也住不惯，还是在村子里更自由。莫斯哥，你就让村长留在这里吧。他去了县城，没有谋生的手段，难道一直靠你莫家补贴过日子？那又如何？以铁牛哥的功勋，就算是去了京都，我莫家也能替他给老夫人养老送终。可是村长却不会答应啊！你现在对他的尊重是他儿子拿命换来的，可是接受了你们的好意之后就不一样了，所以现在就很好。一旁的老村长也不停地点头，他说不出萧元这样有道理的话，但是他却是这样想的。又闲聊了一会后，莫平等人就先返回德县准备工具、人手，实施他们的计划。小晴，制盐是大事，不过按照萧公子的计划，我们莫家可以从中获得不少的利润，这些到时候你询问一下爹爹，看看是不是要给萧公子分润一些。这次是我莫家运气好，遇到了萧公子，但是如果一味的索取，终究不是长久相处的办法。四嫂放心，这些事情我都明白的，回去之后我会和爹爹说的。不过这个办法真的可以吗？陛下不会见怪吗？如果是普通人，可能的确会有些风险，但是我们莫家却不一样，而且父皇也不会在意这些，只要拿到制盐之法，这南河道有多少毒盐矿，
制作出来的精盐绝对足够使用，说不定还能拿去和南蛮、北方幽兰国那边交易，到时候父皇的收获只会更大。既然四嫂这样说，那我就放心了。不过回去之后，祖老那边我们要如何说？此事瞒不住，一旦我们开始动工，肯定会被人知晓，所以你这边的动作也一定要快，不然被官府发现，这么大的事情，他们必然会上报父皇。一旦父皇先一步知道了，那么萧公子的计划怕是就无法继续下去了。那四嫂觉得我们能瞒住多久？小晴放心，按照石龟村距离德县的距离，再加上你四哥亲自坐镇，不说3、5个月，10天半月还是没有问题的。加上这边就算发现了问题，也还需要层层上报，等父皇知道，怎么也得大半个月之后了。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的时间，能赚多少就看爹爹那边了。等这次之后，说不定四哥也能换一匹好马了。安康公主闻言也捂着嘴笑了起来，她家夫君自然是喜爱好马的，只是要家中花上几千两银子买一匹，她还是有些舍不得。回到德县，莫晴洗了个澡，就拿上莫平的书信，带着3、5名家将直奔京都而去。第二天一早，安康公主就带着莫家的人手前往石龟村了。这次他们不光携带了许多的制盐工具，还带了不少的生活物资，但更多的还是赠送给石龟村的东西。到达时已临近中午，吃完饭后简单休息一会，莫平就直接带着人就前往毒盐矿那边准备动手制盐。萧元在现场看了看，并且告诉他们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等到他们真正将精盐制作出来之后，才安心的返回村子里。相公，休息一下，喝点盐水吧。谢谢小月。怎么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玉娘摇摇头，并没有说话。是什么事情？连相公都不能说吗？不是的。他们都说相公要去京都当大官了，哈哈哈，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那我要是去京都，你要跟我一起去吗？相公真的要去京都？我刚才说笑而已，我不会去京都的，而且就算要去，也会带着你和小竹一起去的。玉娘闻言没有多说什么，反而是萧元有些烦恼起来。若是有机会，他肯定想去京都看看的。但是如果小竹和玉娘不愿意跟着他去京都的话，他也有些不知道怎么办了。虽然认识他们的时间并不长，但两人对萧元都是真心实意的好，所以萧元也并不想丢下他们。眼前这个小伙有多聪明，都知道古代私自制盐是重罪，于是他决定将配方上交给皇上，但在此期间先带人狠狠地赚钱。丫头，你怎么突然回来了，还这么匆忙？给我准备一些水和吃食，累死我了。好，小姐稍等，我立刻让厨房去准备。小晴，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二嫂，因为同为将门中人，所以莫晴在家中和二嫂秦云彩的关系最好。小晴，平儿信中所言，可都属实？当然，这就是四哥让我回来的原因。当真能制出精盐？没错，我和四哥、四嫂去过现场，亲自见到萧大哥制出了精盐，所以四哥才让我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哈哈哈！天佑我大夏，我立刻去面见陛下，此乃天大的好事，我大夏国力必将上升一个阶。父亲稍等，父亲没有看完书信，还是四哥没有提萧大哥的计划。胡闹！此事事关重大，陛下早一天知晓此事，我大夏就能早一天制作精盐，区区钱财罢了，还能和国家大事相比？一旁的秦云彩则是一头的雾水，完全听不懂两人在说什么。什么制盐？为什么又和国家大事扯上了关系？萧大哥说了，从我墨家人手工具到齐之后，就可以开始制盐了，并不耽误什么。而且那些毒盐矿就在那里，又不会跑掉。我墨家既然选择了上缴配方，那么也有资格喝这第一口汤。哼，无知小儿，心中只有钱财，完全没有国家大义。我看他也不过如此。父亲大人不要污人清白，若是萧大哥只是为了区钱财，岂会轻易的交出配方？你好了，小晴，你少说两句，看把爹爹气成什么样了。哼，本来就是爹爹不讲道理，人家萧大哥什么都没有要，不光献出了配方，还为我墨家谋算，却被爹爹这样说，简直太让人心寒了。小晴，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你不能这样说爹爹。爹爹将配方献给陛下，难道陛下还会不给奖励？大不了我墨家将奖励都给你那个什么萧大哥好了。我想爹爹也不会在意这些钱财。二嫂，你不知道事情可不是这样算的。很快，莫晴就将在德县发生的事情都详细的说了一遍。好一个厉害的萧公子！当真如此厉害？那毒盐矿我虽然不知道是何物，但是应该也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吧？当然，西北地区的毒盐矿自古就有。嘿嘿，既然自古就有，那么为何无人能从中提取精盐？他一个平民百姓，竟然有这样的能力。二嫂何意？并不是我怀疑他有什么别的目的，只是小晴，你有没有想过，他不光文采出众，更是有奇思妙想。不管是你所说的竹子水稻，还是捕鱼陷阱，一般人应该都做不到吧？没错，虽然我和四哥也怀疑过，不过萧大哥却说他失忆了。我在石龟村也问过那里的村民，村民说捡到他的时候的确已经奄奄一息，能救回来都算是老天保佑了。爹爹，此事您怎么看？那萧家小子的身份的确有些神秘，之前我就给如月说过，有如此学识能力的存在，不可能是通过自己的刻苦得来的，要么有深厚的底蕴，要么就是背后有名师教导。不过只要他是我大夏国民，问题就不大，只要他不叛国，我都可以为他提供一展才华的舞台。不愧是爹爹，不过那萧公子所说的也没错，我们就这样直接去找陛下，怕是陛下也不会相信。按照这萧公子的计划，不光能让我们赚一点，也能引起陛下的重视，何乐而不为？
若是别的帝王，按照萧小子的办法，自然更加的稳妥。但是我们这位陛下却不用如此。好了，不和你们多说了，小晴赶路回来辛苦了，先去休息吧，我去一趟皇宫再说。莫晴则是一脸的不爽，倒不是因为他们莫家没有赚到这笔钱的原因，而是他们没有赚到钱，那么他也就不好为萧元开口分账。等秦云才搞清楚莫晴生气的原因之后，不由得失笑。你这个小笨蛋，先不说那萧公子，就光是铁牛的娘亲生活在那里，难道你认为四弟会无动于衷？这个时候怕是早就将大量的物资运送到石龟村去了。当初你二哥身边的亲卫都是战死在你二哥之前，这些年我们莫家也寻找了他们很久，不过此前我们也没有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此次能找到铁牛的老娘，也算是意外之喜。那二嫂，你要去看看他吗？我怎么去？以什么样的身份去？去了也无法将他的儿子还给他了，所以老四在那边见过就好了，告诉他我们莫家从来没有忘记他们就好。等你过去的时候，替我给他送一些钱财吧，至少得让他的日子过下去才行了。二嫂放心，等爹爹这边确定下来之后，我就立刻赶回德县，到时候肯定把这事办好的。我说小晴，你这天天穿着男装，怎么身材也变得像男性了？再拍几下，你这胸怕是都要拍没了。二嫂，你说些什么呢？不理你了，你总是欺负人。她这是怎么了？见过公主，被我调笑了2句，就害羞的逃跑了。果然还是一个小丫头片子啊，哈哈哈。二嫂，我说了多少次了，叫我三弟妹就好。陛下，玉国公殿外求见，说是有紧急事情禀告。对于玉国公莫问天的突然求见，唐杰明还是有些诧异的。自从莫家三子身陨北门关之后，莫问天就基本上退出了朝堂，身体也大不如前。当莫问天得到唐杰明的召见，就快步走向正前宫。老莫最近身体怎么样？改天哥几个一起喝喝酒啊！老莫神色匆匆的模样，莫非是他家出了什么事情？能出什么事？莫家现在就一根独苗苗，估计是想求陛下将四郎弄回京都。这是老莫担心，也不是1天2天了。要我看，就不应该答应那小子去北门关3年，搞得老莫成天提心吊胆的。莫爱卿今日来见朕，可是有事？陛下，小儿今日快马送回书信，所言之事有些超出老臣的预料，所以特意拿来给陛下一观。哦，可是莫凭从北门关的来信，难道北门关有变？和北门关无关，是小晴儿在德县遇到一个奇人。唐杰明一边看着书信，一边听着莫问天的解释，半晌之后才看向莫问天。这书信可是你家下人送回来的，目前可在你家中？信是小女快马加鞭亲自送回来的，目前正在家中休息。哦，是小晴儿亲自送回来的，让莫晴进宫，朕有事询问。是陛下。臣女莫晴见过陛下。小晴儿来了，那毒盐矿可以制成精盐一事，可是真的？真的，我和四哥、四嫂亲眼所见，就是路边捡到的毒盐矿，敲碎了之后过滤，然后再是什么蒸发。他和我们说过原理，不过我没听懂。这里面是我们自己制作的精盐，以及萧大哥写的制作手册。你有这东西，为什么不早拿出来？是爹爹自己丢下我来皇宫的，我都还没来得及和你说，你就跑了，这也怪我。没有问题，陛下的确是盐，没有毒盐矿那种苦涩的味道。既然这个制盐配方是真的，那么他为什么如此轻易地交了出来？那位萧公子和你们认识的时间应该不长吧？陛下，这事之前我们也感觉有些奇怪，所以特意询问过萧大哥，结果萧大哥说，如果我们喜欢，那就让我们莫家自己留着，说不定依靠着贩盐，我们能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家族。莫晴的话才落音，莫问天却已是满头大汗的模样，心中不断祈祷着，希望莫晴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哦，那你四哥为什么没有接受对方的好意？当时吓得我四哥脸都白了，说真要这么做，不出1个月，咱们莫家全家老小都要被陛下挂在墙上风干。哈哈哈！陛下，我四哥的书信您看了吧？里面有萧大哥为我莫家谋划的一份财富，不知道陛下觉得怎么样？呵呵，小丫头片子，小年纪就开始和朕动起心眼子来了。莫青，现在孩子还真是不能小看了。陛下过虑了，就他们还差得太远。放心吧，小丫头，朕已经答应你爹爹，在朕派人去接管之前，能制多少盐都算你们自己的。至于能不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就要看看你爹爹会不会做生意了。多谢陛下。四少爷，这次咱们家真的要发财了，这么多的精盐能换多少银子啊？哈哈哈，就是不知道爹爹那边的情况如何。之前我们和小晴定下的是3000斤的量，现在看来还是有些保守了。不过有3000斤也足够了，就看爹爹那边能给我们换回来多少东西了。夫君，家里的第2批物资送过来了，这次是彭城叔公亲自押送过来的。哦，居然是彭城叔公亲自来了。可是爹爹那边有消息传来了，我们这边的事情可没有瞒着他。你觉得他还能在老宅那边坐得住？这才短短4天的时间，已经弄出来近1000斤的精盐，这还是第1天大家不熟悉，根本没弄出多少的原因。要是第1天就有小袁说的那个什么流水线，现在怕是有更多。这次我们莫家算是欠了他一个大人情了，就是不知道陛下那边会如何赏赐。放心吧，父皇可不是什么小气的人，如果实在无法让小袁满意的话，我亲自回京一趟，去找父皇说说。彭城叔公，平哥儿，这几天你们弄出多少精盐了？要是太少的话，可不划算啊。这个数100斤，虽然有点少，不过也没关系，毕竟这和白捡的有什么区别？是1000斤。都
多少？是1000斤，而且现在我们每天都有300斤以上的产出。是精盐，不是粗盐。当然是精盐，我要粗盐干嘛？而且肖兄弟也没教我们制作粗盐。东西在哪？我要去看看。这不嫌卸货？卸货我自有安排，不用你们帮忙。快！现在先带我去看东西。这些都是咱家的了。叔公，不出意外的话，这些都是咱家的，放心。哎呀，快派人回京。叔公，您这是怎么？小晴不是回去了吗？之前你们不是说和小晴定下了3000斤的数？对呀，怎么了？少了呀！依咱们的制作速度，至少要1万斤才行，不然岂不是浪费？你想呀，要是问天那边按照3000斤的精盐和人交易，结果我们这边弄出1万斤来，到时候陛下派的人过来知道了，多出来的7000斤岂不是要上缴国库？这应该不会吧？以防万一，还是派人立刻给问天送一封信过去更好。对于彭城叔公的担心，莫平虽然觉得没有必要，但是也没有阻止，只是让对方回去德县之后再办。这位一定就是萧公子了吧？果然一表人才，日后必然是人中龙凤啊！萧元则是一脸尴尬的拱手，算是行礼了。整个石龟村的男性，除了他之外，就只剩下一个瘸子，所以要认出他的难度真的不高。而且几天前在墨家的议事厅，他们分明还见过。我萧兄弟自然是不凡的。莫斯哥这是打算先运送一批精盐去德县？没错，正好叔公带着运送物资的车队过来了，回去的时候也方便运送，省得下次还要单独跑一趟。别的事情都无所谓，但是一定要小心，不要被官府的人发现了。虽然问题应该不大，但是我们这边主要就是打一个时间差，所以最好能事先瞒着苏县令。哼，他区一个知县，给他脸才称他一声大人。听莫卫说，萧公子和他有过节，不如找个机会将他弄走算了。这事还用不着让问天动手。这些年我墨家也有出色的后辈出使，一个县令罢了。多谢叔公，不过苏县令人不错，我们之间的误会也已经解开了。如今重要的是制盐，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吃完饭时候，莫鹏程就催促着下人们赶紧将精盐装车回德县。走，四哥不是说想看看我制作的陷阱吗？此前你们猎杀了不少的猎物，那些不能吃的内脏我都留了下来，就是打算用来制作陷阱的。我带你去看看。也行，让我看看萧兄弟制作的陷阱到底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傍晚，小竹玉娘正带着人做着饭时，萧元和莫平以及身后几名家将，人人手中都提着猎物向家赶去。夫君，今日收获如何？这么高兴？娘子不知，今日为夫可算是开了眼界。萧兄弟制作陷阱的手段，还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你简直想都想不到。四哥妙赞了，哪有那么神奇？好了，有话等下再说。小竹弟妹早就做好了饭食，边吃边说。最近村子里的食物充足，暂时先别去打猎了。要是将猎物都猎光了，以后怎么办？好，娘子说的对，接下来的日子我就靠地那边，哪都不去。晚饭过后，萧元、莫平都带上自家娘子来到小溪边散步，只不过萧元带了2个。夫君，萧公子对小竹、玉娘真好，不过我看他们像兄妹多过像夫妻。这是之前唐婉说起过，他说当初救了萧兄弟之后，为了让他留在石龟村，故意说小竹和玉娘已经和他成亲，而萧兄弟知道之后也并没有生气，反而是承担起了照顾他们的责任，以报救命之恩。有些可惜了，若是萧公子去了京都，就算是娶个大家闺秀都绰绰有余。你说这次之后，陛下会不会征召他去京都？这说不好，主要看父皇怎么想了。你也知道母后不允许我们女子干涉政务，和你成婚之前，这些我根本就不懂。也罢，我们在这里想再多也无用，且看陛下如何安排吧。但是我有一种预感，这京都萧兄弟早晚要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以他的本事，父皇不可能不用，就是不知道他的极限在哪。听小晴说他诗词歌赋都不错，还写得一手好字，真是不知道他还有什么不会的。要说不会的，我敢说他肯定不会武。不过从他制作陷阱的手段中，似乎能看出他应该懂一些战场上的东西，就是不知道懂多少。那粟米的边上的陷阱，你看像不像壕沟？难道夫君想带他去北门关？军营的生活可不好受，他一个读书人，怕是适应不了。这你就错了，军营才是男人真正该待的地方。你从京都来北门关的时候，不是也一样不适应吗？现在不也好好的？只是辛苦你了。本来你应该在京都过着富贵日子，却被我连累，来到这荒芜之地。能跟着夫君过来，安康觉得很好，在这里比京都更自由，至少言行举止不受约束。莫平知道这只是安康在安慰他罢了。身为公主，从小就锦衣玉食惯了，来到这北地之后，虽然吃穿不愁，但是却没有京都那边的惊喜，不然也不至于被萧元的烧烤给馋得流口水。为此，莫平特意找萧元，让他帮安康做了好几次烧烤。可惜萧元说烧烤中缺少了一味灵魂调料，这种调料他没在德县周围发现，估计北方幽狼国才有，这又给了莫平一个必须去北幽的理由。此生他一定要为安康找到这味调料，然后请萧元做出最好的烧烤来。你俩到底有没有和萧先生行周公之礼？相公说我和玉娘的年纪太小，就像田里的稻子，早早收割的话是不会有好收成的。放屁！现在谁家姑娘不是早早的就许出去了？甚至一些人家中15、16岁就当母亲的也不少。你俩也快16了，怎么就不能那啥？婉妹呀，这件事可不能拖延。现在村子里的生活越来越好，这可都是萧先生带来的。要是不能将他留下，咱们怕是又要过回原来的苦日子。婉姐姐，花神，相公说了，如果我和小竹愿意当他的
亲妹妹也可以。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成了亲妹妹，咱们就更像一家人了？毕竟按照花婶的说法，咱们现在和相公根本不是一家人。亲妹妹。这样也好，到时候咱们再到村子里找个年纪合适的嫁给萧先生，到时候有妹妹有娘子，萧元先生岂有离开之理？花婶说这话的时候，眼神直愣愣地盯着唐婉，在她看来，村子里除了唐婉就没有更合适的了。如果是婉姐姐的话，我们也没有意见。娘亲，我也要嫁给萧元哥哥。就你萧元哥哥连玉娘和小竹都嫌小，就更别说你的。到时候将你丢给你萧元哥哥当丫鬟，看看人家要不要。小九闻言，嘴巴一扁就要哭出来了。不过花婶这个时候可没有时间管他，而是看向唐婉，等着他的回答。至于唐婉本人，俏脸早就已经通红，根本说不出话来。婉妹子，你别怪我多事，我知道你也肯定不是什么普通人。虽然你才来村子1年多，但是我也看得出来，你应该也是识字的大家闺秀。但是萧先生也不差，本事大不说，人品也好。这年头能找到这样的夫君，已经很不容易了。当初他留下的时候就告诉他了，只要他有本事，村子里的适龄女子他都可以娶。只是我的情况有些特殊，所以还是等他回来之后再说吧。小姐，您别不开心了，德县有什么好的？哪有京都繁华？听说前几日黄小姐举办了一个什么诗会，就连李长风李公子都去了，下次咱们也去参加吧。诗会？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和我去了德县吗？小姐，这事也就您不知道而已。听说李公子又写了不少好诗，都传遍整个京都了。是吗？那你将那些诗句摘抄下来没有？三嫂好像挺喜欢李公子的诗，到时候你给他送去。放心吧，这事还轮不到我来做。三少夫人的侍女肯定早就给他送去了诗会完整的诗词。小晴还在生爹爹的气呢。哼，我才不想和说话不算数的人说话。二嫂是来找我的吗？这不是见你心情不好，来找你一起去打猎吗？打猎？还是算了，今日没有心情。当真不去？爹爹可是说了，和梁国公交易的10匹上等好马已经到了，你要是不去，我就自己先去挑选了。走，我们快走吧。二嫂，我要先挑。老爷，老家来人了。让他过来。问天书，这是彭城叔公的亲笔信。你来的时候，盐矿那边一天的产出有多少？根据叔公所说，每天产量在300斤左右。不过彭城叔公在接待了一位自称暗夜卫的千户之后，就立刻召集人手，打算前去石龟村，默默将皇上派暗夜卫千户去石龟村，以及向萧元索要制盐秘方的事情讲述了一遍。3万斤的产量，看来陛下有些失色了。他应该没有想到独盐矿制盐的产量居然这么高。你回去之后告诉家中族老，有了3万斤精盐就停手，不管陛下安排的人有没有到，都不要再继续了。在莫问天听着默默讲述老家那边事情的时候，暗夜卫千户叶不收也正在觐见皇帝陛下。也就是说，目前知道整个完整配方的只有朕和萧元、莫平夫妇以及小晴儿。是的，萧先生亲口对臣说的。另外配方经过莫国公的手，可能他也知道。去将所需的工具准备好。是，陛下。不一会，整套制盐的工具就全部准备完毕。你来将这块独盐矿制作出来。是，陛下。叶不收按照萧元教他的步骤，很快将独盐矿变成了带着黄褐色的颗粒。陛下，萧先生就教了这么多，他说还有最后一步，驱毒。完成之后的精盐是雪白色的，而不是现在这种颜色。如果颜色不对，就证明毒素没有清理干净，可以重复驱毒的步骤来解决。唐杰明闻言，对着身边的老太监点点头，意示他去做最后的步骤，同时自己则是伸手拿向桌上的茶杯。陛下且慢。请陛下先净手。刚才陛下触碰过毒盐矿，上面的毒素可能已经沾染到了手上，所以在净手之前不宜触碰别的东西。在石龟村的毒盐矿上，所有人下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洗手，否则连饭也不让吃。等到叶不收将话说完，唐杰明身边的那位老太监吓出了一身冷汗。你个狗东西，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不早说，万一陛下出现什么损伤，就是诛了你9族你都赔不起。说完，老太监一边快步回到唐杰明身边，一边吩咐其余人弄来净水，同时还让人去请御医过来。陛下，臣死罪。之前臣一时紧张，忘记了此事，还请陛下责罚。无妨，是朕自己疏忽了。这毒盐矿本身就有毒，触碰之后有毒素残留在手上，也是正常。爱卿在最后时刻不是阻止了朕吗？一阵慌乱之后，老太监亲自给唐杰明净手。还有什么事情没说的？赶紧说完。没有了。实际上，毒矿石上的毒素只要不是直接大量食用，是不会致命的。沾染到手上的话，用净水冲洗就好。老太监见状，这才看向唐杰明。见到唐杰明点点头之后，直接就走向了制盐的工具。没过多久，铁锅内的水分就被蒸干，只剩下一层晶莹剔透的白色颗粒。陛下，果然是白色的。不错，果然是上好的精盐。陛下怎能亲自试吃？不是说白色就是没有问题的吗？老太监知道自己失言了，皇帝想干什么，轮不到他来指手画脚。只是记住，下次在呈给陛下之前，必须先找人尝试才行。就在这个时候，有太监进来汇报，御医已经在门外等待。经过御医的询问和检查之后，并没有发现唐杰明有中毒迹象。陛下还请谨慎，毒素从口中误食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爱卿好意，朕知道了。
事情结束之后，唐杰明就让叶不收回去。叶不收从大殿走出来的时候，感觉自己的腿都软了，后背早就被冷汗打湿。本以为这趟会有所收获，没成想一个小小的失误，差点就断送了自己的小命。伴君如伴虎，此言不虚。相公可是喜欢婉姐姐？不是，我怎么可能喜欢她呢？不是，对，肯定不是。我萧元堂堂7尺男，岂能作战男？那相公不喜欢，那怎么办？之前我们还想着让你去娶婉姐姐呢。我的娘子想帮我纳妾，这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不对啊，现在是古代，3妻4妾也不算渣男吧？你们愿意？我们也不想啊，但是相公不是嫌弃我们太小了吗？花婶说的让相公有个真正的妻子，这样相公才不会离开咱们石龟村。相公以后娶了婉姐姐，我们就当你的妹妹好了。相公，要不你娶了婉姐姐，再等我和小竹大一些了，再和相公行那周公之礼，好不好？我和小竹可以让婉姐姐当大妇，行不行？这也是玉娘和小竹苦思冥想出来的办法，既能让萧元留在石龟村，又可以继续当她的娘子，可以说非常完美了。不可以吗？呵呵，相公，我也要。真是不知羞，嘻，也不知道是谁先被相公亲的，想吃独食啊！我之前和你们说的，并不是骗你们的。你们成年之前，咱们虽有夫妻之名，但是不能有夫妻之实，明白吗？没问题，反正我们明年就成年了，很快的。对了，你们婉姐姐怎么了？这次我从北门关回来后，她好像刻意在躲避我。有了萧元的承诺，两人也没有隐瞒什么，于是将那天和花婶一起的事情说了出来。原来如此。那相公今晚就去找婉姐姐吗？等你们成亲了，婉姐姐的收成也算咱们家的了，那咱们的粟米可是能多很多的。感情你俩让我成亲，就是为了唐婉的那些粟米收成。萧元和玉娘小竹回到家后，他就迫不及待去找唐婉。还记得你被玉娘救回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奄奄一息，那个时候的你和死亡只有一步之遥，没想到你居然自己就这么活了过来。该说你命大还是命不该绝？也许是命不该绝吧，天色已经黑下来了，离开村子太远不安全。是啊，离开了村子会不安全，那么你会离开吗？萧元知道唐婉这话是在暗示着什么，也知道对方是想让他留下来。那你希望我离开吗？当然不希望。还记得吗？当初我和你说过，只要你有能力，这个村子里的适龄女子都可以变成你的妻子，也包括你。当然也包括我。所以你的前提是不离开石龟村，为什么呢？如果去德县，就算带上村里的所有人，咱们也能生活得很好。那里毕竟是城市，更安全，也更好，不是吗？原因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不过你应该去的地方可不是德县，至言秘方墨家肯定会呈交给皇帝，到时候说不定你就要进京念圣。去了京都，见到了繁华的首都，你还愿意回到这个小地方吗？以你的能力，就算是在京都，也能生活得很好吧？到时候你要么抛弃我们，要么就放弃富贵。你是在担心这个？我萧元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也绝对不是什么为了富贵就忘恩负义的人。我敢保证，不管是在德县还是在京都，只要我还有能力，我就不会让你们受委屈。果然还是少年，不要太天真了。你以为墨家为什么又是给村子里送物资，又是对我们各种帮助？难道真是将你当做朋友兄弟？我知道是因为治言秘方，但是不是治言秘方，而是利益。你知道什么是世家大族吗？他们可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为了达成他们的目的，他们会使用各种手段。抱歉，是我将事情想得有些简单了。虽然说带着整个石龟村的人一起离开有些大言不惭，但是只带着你和小竹、玉娘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等到慢慢的站稳了脚跟，再将村民们接过去，也不是不行啊。怎么不相信我吗？不管是世家大族还是高官勋贵，他们不会无缘无故的交好我，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敌视我。所有的一切都在于你说的那2个字：利益。那你要如何保证所有人的利益？这个根本保证不了，哪怕你是金子，也不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所以呢，你打算怎么做？我只需要保证最厉害的那个人的利益就可以了。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会帮我们排除掉所有对我不利的因素。只要我还对他有用，他就会保护我。最厉害的那个人，你是说？皇帝。这个答案也让唐婉苦笑不已。他很想说萧元的想法不错，但是他却根本做不到。如果你带着我去京都，那么皇帝就不可能成为你的靠山。为什么？你得罪了皇帝？你是朝廷侵犯。根据唐婉年龄来看，萧然觉得是罪臣之女的可能性更大，就是不知道他家中当年是犯了什么罪。想到了，以我的身份跟你去京都，那是在害你。我明白了，京都那边我估计还是要走一趟的，毕竟答应了莫斯科会去给那些鄙视使者助威。你和小竹、玉娘在家中等我，我从京都回来就娶你。你当真会回？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你果然身具大才，可有全剧？仅一句而已。呵呵，你何须紧张？以你才华，就算是在京都也定当声名大噪。你无需将我放在心中。若是你不回来，我也不会怪你。只是小竹和玉娘，若你有办法将他们接过去，好好对待他们就好。他突然感觉这个时代的女子过于卑微，无论是小竹、玉娘还是唐婉，若是放到21世纪，别说一次性娶3个，有一个能看上她，那都是属于走了狗屎运。是怪我不信任你？你不信我才是正常。无论如何，我都会回来娶你。走吧，天黑了，我们回去吧，不然小竹和小玉会担心的。
对了，要不你等下直接搬过来住吧。小玉和小竹平常都睡在一起，床也还有多的。放心，不是我要动什么歪脑筋，是小竹她说你搬过来了，那么秋收的时候，你的粮食也就归我们家了。听到萧元给出的理由后，唐婉就不由得笑了起来。两人一边说笑着，一边走回石龟村。回去路上，唐婉差点就被萧元说服，真的搬过去和他们一起生活。不过最后还是有些害羞和矜持，所以并没有真的答应。就在唐婉回家不久，花婶就找了过来，询问他和萧元谈的怎么样了。唐婉并没有将过程告诉花婶，只是说两人已经谈好了。于是花婶一脸笑容的离开了。相公，婉姐姐答应了吗？萧元给两人的解释就详细了很多，只是并没有将唐婉是通缉犯的事情说出来。萧先生在家吗？花婶，你怎么来了？是有什么事情吗？那个萧先生，我有件事想拜托你。花婶有事就说，如果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肯定会帮忙的。我想让小九跟着你们一起生活。为什么呀？萧先生，你是有学问的人，我想小九跟在你身边，比跟着我强多了。若是萧先生担心粮食的问题，我可以将一半的粮食分给你们。花婶，这怕是不……相公，花婶的意思是将小九送来给你当丫鬟。如果花婶只是想让小九学点东西的话，我可以教导他的。你没有必要这样，你将小九送过来是对我的信任，不过我怕自己照顾不好他呀。花婶闻言舒了口气，只要萧元不是不愿意收下小九就好。干嘛只要小九过来，干脆花婶也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好了。旁边那间房子反正也空着，到时候我们将它打通，然后再让相公修缮一下，我们几个人居住完全足够了。这家伙肯定又惦记上人家粮食了，这样也好，小九就可以不用和花婶分开了。孩子太小，还是需要花婶照顾的，咱们也不用分得那么清楚，大家居住在一起，相互照顾好了。好，我这就回去收拾收拾，今晚就搬过来。抱歉，不知大人怎么称呼？山野之人不懂礼数，还请勿怪。这位可是萧公子，我是内侍省的主事，你称呼我刘主事就好。萧公子先献上制盐秘方，又献出新式马镫图纸，圣上龙颜大悦，所以特派我前来宣旨。萧公子跪下接旨吧。赦令今有幸萧明远者聪慧异常，献上制盐秘方，新式马镫图纸，以解朕忧。特赐得安子爵，赏金1000两，不匹若干，限10日内回京接赏。恭喜爵爷，如今年仅16就获封子爵，日后封侯也是指日可待啊。就算不懂人情世故，萧元也知道现在应该给对方一些打赏，但村中的钱财都是由唐婉掌管的。不过还不等唐婉拿钱出来，一旁的安康公主就示意墨家仆人将准备好的银两送了过去。得了赏赐的刘主事并没有多留，笑嘻嘻的和安康公主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带人离开了。多谢四嫂解围，我们在这里也不能待太久了，父皇的旨意已经下来了，我们最多还有3天的开采时间，不过3万斤的精盐，我们明天大概就能完成。陛下命我进京，也不知道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少说多看，我估计你会被父皇在朝会上召见，如此你只需听着就好，父皇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就可以了。另外去了京都之后，就去墨家一趟，小青在家中等你，说是要带你好好游览一下京都。相公，你去京都了，真的会回来吗？肯定会回来啊，你们可是我娘子，我不回来你们怎么办？要不你们俩跟着公子一起去。花婶知道小竹和玉娘两个丫头就是舍不得萧元，根本不是什么怀疑萧元会不会回来。果然听到花婶的话，两人皆是眼前一亮，然后一脸期待的看着萧元。我也要去，我也要去。你这小短腿到得了京都，可别来添乱了。你们还是不要去为好。小竹闻言嘴巴动了动，显然是很想问为什么，可是最终却没有问出来。要是你们不怕辛苦的话，带着你们去也可以，不过我们在京都停留的时间不会太长，入冬之前肯定要回来。听到萧元说可以带他们一起，小竹和玉娘都看向唐婉，似乎在等着他点头。你们两个自己考虑吧。玉娘想了想之后，还是摇了摇头。我们就在家中等相公回来吧。你们呢？算了，不过是京都而已。如果你们喜欢，等相公去京都多赚点钱财，然后就带着你们游遍整个大夏，如何？萧元的话立刻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一个个的都说着自己想去的地方，就连唐婉也忍不住说想去江南看看，听说那边风景美如画。当晚在小竹和玉娘的劝说下，唐婉半推半就的在这边住下，不过她是和小竹、玉娘一起睡的，萧元则只有到隔壁房间单独睡。次日早上，萧元骑着骏马跟着墨家回德县的车队，站在村口的玉娘和小竹已经泪流满面，唐婉眼中则是有一些担心和期待。苏县令，你怎么在这里？见过萧仙，不对，现在应该称呼萧爵爷了。苏县令还真是厉害，我这刚获得的赏赐，你这边马上就知道了。哈哈哈，那传旨的刘内侍先来了我德县，他身为县令，自然知晓了。原来如此，不过苏县令在此等候，可是有事？不错，苏县令，您这是？萧先生大意，托墨家送来的竹子水稻制作方式，在下已经在德县全面推行，效果良好，不少村子受益匪浅，所以我这是代表他们给萧爵爷行礼。另外，此制作方式，在下已经呈报知府大人，到时候很可能在整个南河道推行，到时候受益之人只会更多，此都是萧爵爷之恩也。哈哈哈。原来如此，能帮上忙就再好不过了。南河道百姓生活不易，在下能略尽微薄之力，不敢当县令如此大礼。竹子水稻制作简单却很实用，哪怕是在后世，也有不少落后的村庄在使用。三人就在墨家大门前聊了一会，苏县令也提到了德县组织商队的事情，有墨家大力支持，商队成立的很顺利。
族老，时间不早了，您看是不是尽快启程？彭城族老，苏县令，那么在下就先行离开了，等我从京都返回，咱们再把酒言欢。两人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祝萧元路途顺利。同城，你且看，此子日后成就决然不低。哈哈哈，越高越好。可惜，可惜。苏有德可惜他家女儿之前和萧元有了龌龊，不然的话，说不定还有可能。没什么可惜的，你现在和他关系不是不错吗？4日之后，当萧元一脸疲惫地看着远处京都轮廓的时候，总算是松了口气。再继续下去，他感觉自己的屁股都要成8瓣了。萧大哥，这就是给你安排的客房了。家中女眷较多，所以你别乱跑，等明日带你见过国公爷再说。这不好，你还是先带我去拜见一下国公爷比较好。经历了4天的奔波，虽然此刻萧然的身体像被套了虚弱一般，但他知道第一次上门做客不先拜见主人，这可不礼貌。莫晴见萧元态度坚决，只好带着他去拜见了莫问天。拜见国公爷。不错，果然自古英雄出少年。没想到萧公子年纪轻轻，却一身的本事。此次不管是智言还是马镫，我莫家都占了你不少的便宜。来了京都就将这里当做自己家，无需客气。多谢国公爷。坐下说话。这次陛下赐你爵位，这可不容易啊！开国之后，非军功不得轻易封爵。若非你这立下的功劳太大，想必陛下也不会轻易给你封爵。不是很懂，只是陛下命我10日之内来京都复命，我这来了京都，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哈哈哈，无妨，今日你先休息，明日让小青带你先去吏部报到，吏部就会给你文书，并且告诉你什么时候上殿谢恩。原来如此，青哥，明日就拜托你了。萧元实在不习惯叫莫青为小青，这总让他想起白素贞的妹妹。放心，包在我身上。萧然看着莫青拍着胸口，总感觉哪里怪怪的，但是却又说不出来。莫问天原本还打算拉着萧元继续多聊一会，不过一旁的莫晴却以萧元还需要休息，直接将他带走了。等走出堂厅之后，萧元才反应过来到底哪里不对劲。莫晴在莫问天面前似乎表现得太随意了，就算他是莫家后起之秀，但是面对莫老公爷，该有的尊重还是不能少。可莫晴却丝毫没有那种感觉。等回到客房的时候，萧元终于忍不住问了出来：“我不想骗你，所以就不告诉你真相了。等什么时候我觉得到时候了再告诉你吧。”也行。萧大哥，这位是三嫂如月公主，平常她都在房间，很少出来用餐。今天是听说你来了，所以才特意过来一起用餐的，嘿嘿。好了，吃饭吧。餐桌上几人并没有交流，古人言食不言寝不语，这是一种礼貌的表现。很快，萧元就发现如月公主的饭量很小，甚至她吃的最慢却最先吃完。国公爷，在下有一句话想说，不知道当不当讲。哦，有事尽管说。在下观如月公主面相，似乎身体不适，为何看上去像是一副大病初愈的模样？啊，萧大哥还懂岐黄之术？那个略懂略懂。三嫂年初的时候大病了一场，所以一直身体不怎么好。你三嫂是不是很少出门，也不怎么爱动？这些也能看出来。公主脸色苍白，却并没有头晕乏力等明显的症状，精神也不错，所以我猜测她应该经常待在家中。这些食物味道不错，但是她却吃得很少，整个人脚不虚浮。这种情况不是身患大病，就是大病初愈。萧元的一番分析，说的莫晴和莫问天是目瞪口呆，像是听懂了，却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听懂。你说的这些我不懂，你就直接说吧。我三嫂是不是生病了？你有没有办法治疗？在我看来，她大概率是病了，不过我没有仔细的了解，所以并不清楚现在到了什么地步。萧元所说的病就是抑郁症，不过他也还不能100%的确定如月公主就是真的得了抑郁症。三嫂要是没事，给萧大哥看看如何？如月公主觉得自己只是不爱出门，并没有生病，但又不好直接拒绝，还是点头答应了。还请公主见谅，在确定之前，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只是我和亲哥关系不错，我也希望他的亲人都健康平安。果然，公主脉象虚浮，缺乏气血。怎么样，很严重吗？不严重。不严重，你搞得这么严肃，想吓死我啊！公主身体虚弱，应该是你刚才所说年初大病导致的。公主平常不出门，都在家中做些什么？我平常就在家中看书，偶尔也会做些女工。原来如此，那么公主平日里晒太阳的时间长吗？晒太阳，不光如月公主，就连莫晴和莫问天也被萧元弄得有些迷糊起来。这身体不好和晒太阳有什么关系？不要小看太阳，如果人长时间不晒太阳，就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也更容易生病。公主的脸色苍白，我看多半和没有晒太阳有关系。莫晴虽然和几个嫂子的关系都不错，但是也不会注意他们平时有没有晒太阳，所以只好看向了如月公主的2个侍女。公主平常都在房间看书，很少出门，有时候甚至10天半月都没有晒到太阳。莫晴和莫问天大吃一惊，他们虽然知道如月公主不爱出门，但是也没有想到居然会这么严重。对了，你说年初公主病重，不知是什么病因？御医说三嫂心中有郁积之气，这才导致大病，此乃心病，无药可治。原来如此，我大致明白了。公主就是因为这心病，加上没有运动的缘故，导致身体越发的虚弱。若是长此以往，怕是不堪设想。什么？别哭，你一个大男人哭什么？又不是不能治。怎么治？公主这病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首先就是多出来走动走动，晒晒太阳；其次就是保持愉悦的心情，以及良好的饮食习惯，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用开药方吗？不用，最好的办法就是食补。现在说这些还太早，等我先找找看吧。对了，公主若是想看书，平日里可以去后花园看书，不一定要在房间里。公主身体还有些虚弱，也不能长时间的暴晒，所以你们俩要多注意。若是公主感觉有些热，到阴凉处看书也可以，总之不要一直待在房间就好。另外，公主喝的水最好先烧开，等自然放凉之后再饮用。如月公主的侍女闻言，赶紧点点头，表示自己记下了。将水烧开之后再饮用更好，这一点不止公主，我们所有人都适用，尤其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将这个给你三嫂送过去。这是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什么东西？那个公主不是喜欢看画本诗集吗？这诗集一时半会的我也写不出来，所以昨夜正好睡不着，就连夜写了画本给公主解闷。你应该知道她是我三嫂吧？虽然我三哥不在了，但是……你小子想什么呢？那可是你嫂子，你我情谊如同兄弟，你嫂子就是我嫂子，怎么可能生出那种龌龊的想法？我先给三嫂送过去了，就带你去吏部。公主，这是萧公子昨晚连夜编写的画本，说是希望能给公主解闷。秦小姐当时还不想给我呢，说是连她都还没来得及看，千叮咛万嘱咐让奴婢小心一些，千万别给弄坏了。如月公主闻言有些惊讶，没想到萧元居然还会写画本，还专门给她写了一本。公主，您忘记了，萧公子说以后您看书最好去外面，今日外面天气不错，奴婢陪着您去后花园吧。秦小姐最喜欢坐在秋千上了，您可以坐在秋千上一边看书一边晒太阳。秦小姐陪着萧公子去吏部了，趁他现在不在，咱们赶紧先将秋千占住。你们呀，好吧，我们去后花园，不过记得带上凳子，不然小晴回来见到我不光抢了他的画本，还抢了他的秋千，怕是不会善罢甘休。这画本是萧公子专门为公主写的，可不是为秦小姐写的。你就是萧元，在下萧元，请问你是？本官吏部郎中崔浩。萧子爵年纪轻轻，却接连立下大功，前途真是不可限量啊！今晚我在登科楼订了一桌酒席，还请萧子爵赏脸。萧元闻言，看向一旁的莫晴，见到莫晴并没有反对，就点点头答应了下来。等到一切手续办妥之后，吏部主事让他参加3日后的朝会，到时候在殿外等候。如果陛下接见他，自然会招他入内。之前那位崔郎中为何要宴请我？你也说了，他是崔郎中啊，他姓崔，笨蛋。然后呢？你不知道7大世家？乃7大，崔家就是其一。没错，张王李崔赵刘。可是这只有6个呀。因为崔家有2个，北方青州崔家和南方江河崔家皆是7大家族之一。那刚才那位崔郎中是属于哪个崔家？北方崔家主政，家中多为读书人，每朝每代皆有官员。南方崔家从商，家中家财万贯，富可敌国。放心，我估计他们多数是想要招揽你，所以不必担心。那晚上你陪我一起去赴约，我这啥也不懂，万一得罪了人家，岂不是要糟糕？莫晴笑了笑，并没有答应，但是也没有拒绝。回到莫家之后，莫晴就让萧元先去休息，自己则是直接前往三嫂如月公主的小院。萧元写的画本，他可还没有看呢。那个三嫂，画本你看完了吗？好看吗？你平常不是不喜欢看书吗？为什么对这次的画本这么上心？那个我就想知道他到底写的好不好。三嫂是不是已经看完了？说说呗，他写的怎么样？萧公子的画本写得很好，虽然我还没有看完，不过也快了。要不我看完的你先拿去看。三嫂你就直接给我说说呗。你也知道我一看书就打瞌睡，我只是想知道他写的是个什么故事而已。是个很有趣的爱情故事。一个叫做祝英台的女子，女扮男装去了书院读书，结识了一名叫做梁山伯的书生。于是祝英台只好按照家中要求回家。目前我就看到这里，后面的我也还没有看完。如月公主将故事大致说了一遍，发现不光莫晴，就连她的2个侍女都听得非常认真。那个什么梁山伯是不是傻啊？居然这么久都没有发现祝英台是女的。而且那个什么马文才也太坏了，祝英台回家之后肯定会被逼着嫁给他，还不如不回去。宁霜和露珠也点点头，表示如果是他们，肯定早就发现祝英台的身份了。那个书生梁山伯实在太笨了。等等，秦小姐，你说会不会是萧公子发现了什么，所以才特意写这个故事给公主看的啊？或许萧公子的这个故事灵感真的来源于某个人也说不好。这时莫晴才明白，他们说的是自己，自己也是女扮男装和萧元结识，甚至到现在都还没有表明身份。放心吧，这时你也不能瞒着他一辈子吧，索性就顺其自然吧。如果他发现了，你就大方的承认；如果他没有发现，你也就当做不知道的。与其患得患失，不如顺其自然，如何？三嫂说的对。行了，你要有事就自己去忙吧，我还得继续看书。莫晴则是一副委屈的模样看着如月公主，她也很想知道故事的结局，到底是不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在一起了。想看，那就一起看呗。谢谢三嫂。发生了什么事？没什么。莫晴的眼神有些闪躲，主要是她有些不好意思，身为将门子女，竟然看个画本就看得泪流满面。爹爹安心，真的没什么事情，只是我们在这里看画本，被里面的故事感动，所以才忍不住红了眼眶。是真的很感人嘛，尤其是最后英台和山伯画生成彩蝶的时候。爹爹要是想看的话，等我回去誊抄一份给爹爹送去如何？
不用了，小女孩家的东西我不感兴趣。等下午时还吃早上的面食，已经吩咐后厨给你们也做了。小琪儿去你二嫂那看看，她如果回来就让后厨给她多做一些。她是5人，1碗面条怕是不够。肖大哥没去休息，白天睡了晚上又该睡不着了，而且公主的身体现在需要想办法补充营养，所以我去找了一些食材，等下给你们做好吃的。那我50不吃了。公主今天感觉如何？还不错，多谢萧公子早上的面条，话本我也看了，写得非常好。公主已经看完了，长时间看书不活动的话，对身体并没有好处。原本我以为公主至少要到明天才能看完，这主要是故事太吸引人了，所以不知不觉就被吸引进去了。公主很喜欢花吗？公主很喜欢鲜花，平常看书的时候也喜欢在身边放一些。这样啊，国公爷，想必你应该不会介意在后花园空出一块地方吧？哦，不知贤侄打算干什么？现在公主需要的是活动量，所以我想着公主既然喜欢鲜花，不如国公爷在后花园给公主一小块地方，然后再请一名花匠回来教导公主种植。种植花朵需要的力量不大，正好合适公主。由公主自己种植出来的花朵，我想会更漂亮。这会不会很难？没关系，就算第一次种植的效果不是很好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过程，而且有花匠在，也不至于出现太大的问题。说着，萧元给莫晴使了个眼色。莫晴虽然没有明白什么意思，但是也立刻开口劝说如月公主去种植。最终在莫问天也开口的情况下，如月公主才答应了试试。晚上，萧元、莫清2人如约的来到登科楼。对方这次主要就是为了新式马镫。萧元鉴于对方的身份，也就没有拒绝。萧公子似乎无意识图。我来京都之时，已经答应家中夫人，接受陛下封赏之后就会回去，所以不管是官位还是名声，于我来说并无用处。夫人，萧公子已经成婚了，在下已经有3位夫人了。如月公主原本以为莫晴是喜欢上了萧元，可是现在看来，这里面似乎有什么问题。莫家之女不说招个上门女婿，但也绝对不会嫁给别人做小。莫晴见到如月公主的表情，就知道这位三嫂想要说什么，于是赶紧上前，小声在她耳边解释着什么。原来如此，可是小青，你要知道，哪怕如此，你知道吗？三嫂，此事我早已知晓，所以心中也并没有那样想过，只是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你呀，算了，今晚去我那里，咱们好好聊聊。萧公子为何不将你的妻子带来京都？以你如今自觉的身份，在京都安家也非难事。若是财务上有所欠缺的话，我倒是可以帮帮忙。刚才青哥想必已经告诉公主了，在下的妻子都是寡妇村的村民，他们就算是去县城生活，怕是都不习惯，更何况这京都，而且这京都满城的勋贵世家，区区子爵又算什么？我们无意中得罪人了，怕是都找不到原因，所以还是算了。如月公主想了想，点点头，觉得萧元考虑的也对，区子爵在这京都之中和普通人也没啥区别。于是如月公主再次岔开了话题，转而和他聊起了种花养草的心得。聊了一会，萧元才告辞离开。莫晴知道他想上街去逛逛，也跟着一起离开了。还真是造化弄人。公主，你说萧公子会不会放弃家中的那3个妻子？刚才秦小姐也说了，萧公子之所以娶了那3个妻子，是因为对方对他有救命之恩。如果他真的放弃那3个女子，那么我会劝小晴也放弃他。宁霜闻言默然无语。为了荣华富贵放弃家中妻子的人，绝对入不了如月公主的眼。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萧公子多半是要回去德县，所以小晴儿这次怕是算了，这种事我们也无能为力，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另一边，出了莫府之后，萧元和莫晴2人都没有开口说话。那个，你想带我去哪？抱歉，刚才想事情去了。萧大哥想去哪里逛逛？我也不知道，你久居京都，应该比我更了解吧？平常你们都会去什么地方打发时间？打发时间的地方吗？一般都是约上3、5好友，去酒楼饮酒，或者去店铺里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你这样看我干嘛？还笑得这么奇怪？今日无事，不如且去勾栏听曲。勾栏听曲？对呀，我早就听说京都的公子爷们最喜欢去勾栏听曲。你久在京都，又是墨家的人，不会没去过吧？没想到萧大哥第一次来京都，最想去的地方竟然是那里。怎么了？那里有什么不好吗？昨日在登科楼，那些舞女和乐师的表演就很精彩啊。哼，反正那里不是什么好地方，不许去。是应该说莫小姐不方便去吗？什么莫小姐？我是莫青，你是不是搞错了？哼哼，还想骗我？你的装扮的确没有问题，但其实以前就有很多地方都有破绽，只是我一直没有朝那个方面去想，所以并未发现。刚才如月公主的话提醒了我，所以我一回忆就知道你应该是女儿身吧，莫青兄弟。三嫂提醒了你，她提醒了你什么？嘿嘿，刚才我说我已经成婚了，如月公主不是很吃惊吗？可是以我和你们墨家的关系，应该用不着联姻吧？那么我成不成亲，应该都对墨家的影响不大才对。可是她为什么那么大的反应？这只是三嫂比较吃惊而已，算不上什么破绽吧。没错，的确算不上破绽。可是我会想啊，来墨家这几天，我也没发现什么适龄的女子可以和我联姻啊。然后我就想到了墨家4子1女，现在我连3少夫人和2少夫人都见到了，可是墨家那个最小的女儿却没有见到，你说奇不奇怪？此时的莫晴似乎还想再挣扎一下，可能吴小姐不在家呢，她出远门了，等她回来我就介绍你们认识。哈哈哈，
还不承认？之前我们见面的时候，你还记得怎么介绍你自己的吗？你说你久居德县，只来了京都没多久，还因为某些事情被赶回去了。可是你想想你自己在墨家的地位，像是个被赶回老家的人吗？别说下人仆役，就连宁霜和露珠有时候都要看你脸色说话。刚才我故意问你，你久居京都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不是立刻就回答我了吗？那么你能告诉我，你到底久居哪里？呀，你这个人居然算计我！好，其实我要搞清楚你的身份也很简单，随便在墨家找个下人，我就能套出他们的话来，你信不信？在下德县萧元，见过小姐，敢问小姐芳名？看你那登徒子的样子，还想知道我的名字？哈，你可别瞎说，人家登徒子只是和自家妻子生了5个孩子而已，就被宋玉的一篇《登徒子好色赋》给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架上，简直冤枉死了。是这样吗？可是人家都说登徒子是形容好色男子的，你刚才还想去勾栏听曲，不是登徒子是什么？让你多读书吧，你要去放牛，而且我不是说去听曲吗？听曲也好色。反正我说不过你。说完，莫晴就朝着莫府走去，很显然他是不打算带着萧元继续游玩了。秦小姐，若是不方便的话，那我去找个下人带我去就好。等等，萧公子还请稍后，小姐正在更衣。那个，你好，那个，要不我去前厅等他？萧公子不必在意，小姐是在房间更衣，又不是在这里。等下由奴婢陪着2位一起出门。萧公子不介意吧？不介意，当然不介意。这个时候他也才反应过来，莫晴是女儿身，不可能和之前一样和他单独出门。就在萧元胡思乱想的时候，莫晴的房门再次打开，一身长裙的莫晴缓缓走出，站在门口的她竟有一种楚楚动人的感觉。萧大哥为何这般看着我？真是没想到你竟如此漂亮，此前是我眼拙，不辨雌雄。你不是说想去看看京都吗？再不走就天黑了。走。一路上萧元和莫晴都感觉有些尴尬，好在有茉莉在，不然萧元只怕是要选择回去了。真是没想到，京都的夜晚人也不少。这算什么？等到过节的时候更热闹。每年的元宵节、乞巧节，京都都非常的热闹，就连宵禁都会推迟。是吗？可惜现在不是过节的时候。再过一段时间便是重阳，难道萧公子打算在重阳之前回去？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的家现在在石龟村，若是可以，我自然想早点回去。打起来了！北幽蛮子杀人了！住手！哟，哪里来的小囊子，敢管爷们的事情？哼！这里是大夏的京都，不是你们北幽的郎平，在大街上公然打人，信不信我让你们走不出这京都城？现在还在京都的幽狼国人，应该只有出使我们大夏的使团吧？那么你们的行为就代表了幽狼国，如此，你们幽狼是打算和我们大夏开战？开战就开战，当我们怕你们？我幽狼100万狼骑，瞬间便可踏平你们！吹牛！若你们有100万狼骑，又何必派遣什么使团过来？直接打过来不好？你觉得，要是我们现在就将你击杀在此，会不会引起2国争端？就凭你也想杀我？笑话！你且看看周围，都是我大夏百姓，我们就是一人一口唾液也能淹死你。你若是不信，再敢动手试试。随着萧元的话落音，那些看热闹的百姓也纷纷起哄。3人见状，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难道你们大夏的人就可以不讲道理？这人想要抢走我的钱袋，我只是给他一点教训而已。不是这样的，是他们想抢我的钱。你放屁！这银钱分明就是我的，只是我不小心掉在了脚边，你居然还敢说是你的？你将事情的经过说一遍，不得撒谎。今日晚饭过后，我家孩子想要吃西式的麦芽糖，所以我就打算去给他买点，因为家中的铜板不多，怕明日做生意的时候不够。我还特意拿的银子，可是等我出来没多久，就感觉有人撞了我一下，我下意识的朝身后看去，就发现口袋里的银子正好掉了出来，并且滚到了他的脚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补充的？别说不给你们解释的机会。我们几人在驿馆待得无聊，所以打算出来耍耍。银子是我们大人赐下的，他这个卑贱的家伙能用得起银子？萧元抿了抿嘴唇，从现在得到的消息来看，似乎北幽国的武士更有道理。平常人出门确实一般都是带着一些铜板就足够了。怎么样，无话可说了吧？不是，我没有，公子，你要相信我，那真是我的银子，是我准备给孩子去买麦芽糖的银子。萧大哥，此事还是交给官府的捕快吧。不行。为何？这是不能让官府插手。先不说此事到底谁对谁错，一旦官府插手，那么他们身为使团成员，肯定不会有什么事。但是他就惨了，像这种双方都拿不出证据的事情，你觉得京兆尹会怎么办？我有办法分辨出那银子到底是谁的了。你说你有证据证明这银子是谁的？你如果拿不出证据，或者拿出的证据不能说服人，那么我要你当着所有人在这里给我跪下磕头，承认你们男人都是蠢猪，外加1000两银子。好，没问题。现在你告诉我，这银子如何证明是他的？自然是他告诉我喽。请问谁有1碗水？我这就去拿。装神弄鬼，我倒要看看你如何让这银子说话。这银子不是你的，你说不是就不是。我且问你，你说你每天都杀猪宰牛，那么你可是屠夫？小人的确是屠夫，摊位就在西市街尾，那里的人都认识小人。大伙仔细看看，这水里面究竟有什么不同？
萧大哥，这银子好像没什么变化啊。哈哈哈！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只是虚张声势，还说什么让银子说话，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谁告诉你要看银子了？大家仔细看看这碗中的清水，可有什么变化？这是油。没错，这位大哥因为是屠夫，经常接触油腻，所以他的钱财上面多少都会带上一些油脂。只要放进清水之中，大伙就能一目了然。那么这位北幽国的小偷强盗，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算你有种！我就说了，是我的，真的是我的，多谢公子大恩，多谢公子大恩呐！小姐，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好，我们走吧。草民萧元见过陛下。不错，果然是少年英才，不管是智言还是别的事情，都是你立下大功，有功不赏，岂非明主？陛下旨意，现特赐萧元德安伯爵爵位，赏金1000两，布匹若干，良田100亩，望德安伯爵以后多为国朝立下大功。萧元一愣，原本不是自爵吗？为什么突然变成伯爵了？不过他还是很自觉地跪下谢恩。德安伯爵，现在幽狼国使者有话想要问你。我乃幽狼国地南王之子耶律静，听说昨日你和我的属下打赌，他输给你们银1000两。没错，使者这是打算替属下归还在下的赌约。我幽狼国的人说话算数，所以这文银1000两，本王替他还了。说完，就有北幽的武士拿着装满了元宝状银子的托盘。萧元见状也不客气，直接收下了对方的银子。夏皇陛下，这比试一试，早一点或者晚一点的区别不大。我北幽国武士在草原自由惯了，突然来到京都，有些不习惯这边的规矩在所难免。可惜陛下并不能理解，所以本王也只能希望陛下尽快安排比试，否则本王怕回去不好和父王交代。那使者认为将时间定在什么时候？时间嘛，择日不如撞日，就定在今天如何？如果你们需要出战的人不在，我们可以等着。此言一出，朝臣们纷纷议论起来。嘿，他们的算盘打得真好哦！什么意思啊？文笔先不说，上次我们3战皆败，这次能胜1次就算不错了。但是5比里面可有大学问，他们知道今日比试，那么就能提前养精蓄锐，反而我们的人不知道，那么状态上肯定就不如他们。这群家伙是打算文武通吃啊？莫不是你们大夏怕输，不敢现在比？可是就算再继续拖下去，该输的还是会输。就比如昨日的我属下，不就输了？我说的对吧？德安伯爵突然被耶律静点名，让萧元感叹这银子真不好拿。使者此言差矣，我堂堂大夏自然不惧任何挑战。不过上次说得很清楚，这次的比试规则由我们来定，我们这边只是没有想好比试的规则而已。双方你来我往，争辩了几句之后，耶律静似乎有些不耐烦起来。夏皇陛下，如果贵国实在不愿比试也无妨，只是我们不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了。所以如果贵国今日无意比试，那么我们就告退了。耶律静这话无疑是在逼宫，如若不答应，那就不比，那就是你堂堂大夏朝拒不敢战。这要是传出去，岂不是让人耻笑？此时所有人都看向唐杰明，等待着他的决定。既然你们要比，那就比吧。来人，去召集武士，先武比。是陛下。耶律静那边听到大夏答应比试，一个个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似乎他们已经胜券在握一般。国公，今日比试咱们可有胜算？不好说，本来我们掌握着指定规则的大杀器，就算不胜也很难败。可是现在时间上的改变，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所以就要看陛下如何应对了。没过多久，萧元就看到魏子武带着一大批的年轻人走过来，其中就有莫晴的二嫂，继国公之女秦云台。陛下，人已经到齐了。好，那么朕宣布5比开始。夏皇陛下，5比是否还是按照之前的规定？当然不是，这次5比没有那么多的花里胡哨，这演5场就是擂台，你我双方各出3人，一个一个的上去，谁最后站在擂台上，谁就赢。这就是魏子武想出的办法。上次比试所有人之中最强的就是秦云彩，也就是说，只要他最后上了擂台，那么胜利的就是大夏。难道5比就1分？那到时候文比怎么算？这简单，既然是3个人，那么这次5比就算3分好了，胜利者直接获得3分，岂不更好？好，耶律静没有犹豫，竟然直接答应，这让魏子武心中隐隐有些不安。不好，怎么了？他们的武士并不是之前参加比试的人。面对幽狼国的突然变招，大夏这边显然有些措手不及，对方的武士都是没有出现过的生面孔。子午可有把握？不好说，之前我们制定的战略，怕是有些弄巧成拙了。他们想着让秦云彩最后出场，前面2人哪怕不胜，也必须消耗掉对方2人体力，然后让秦云彩以绝对的优势战胜对手。但是如果对面的3人中有1人可以以1敌2的话，那么他们就完全消耗不到北幽，反而会给对方消耗秦云彩的机会。整个演5场就是擂台，一方认输或者倒地不起者为负。各位可有意见？既然都没有意见，那么双方可以派人进场了。魏子武的话落音，大夏这边就有一名壮汉走了出来。他先是朝着唐杰明行礼，之后才藐视的看向北幽使团的方向。给我打死他！王子放心，接下来就看我的表演吧。等到2人都到了擂台上之后，并没有所谓的试探，直接就是拳拳到肉的对拼。这一局我们怕是要输，咱大夏的武士打中了对方，对方好像什么反应也没有。别着急，看下去。没过多久，大夏的武士就已经完全落入了下风，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怕是再过一会他就要输了。但是就在此时，原本还在场上四处躲闪的大夏武士突然放弃了躲避，朝着北幽国的光头大汉冲了过去。这次双方都没有闪躲，仅仅只是片刻之间，双方脸上就已经血肉模糊了。这已经不是在比武了吧？这就是以命换伤。以命换伤，
此时北幽国的光头大汉一把掐住大夏武士的脖子，只听咔嚓一声，直接结束了他的生命。为什么他已经输了，甚至都已经无法继续伤害对方了？为什么你们不认输？这样或许可以救他一命。救不了。为什么在最后关头，只要我们认输就可以了？你以为对方会给我们这个机会？而且他要是活着下来，比死在台上更难受。萧元心头一震，叹了口气，不再多说什么。很快，大夏的第2名武士登场。由于光头大汉第一场耗费太多体力，没多久便活生生被大夏武士折磨而亡。所有的大夏人都在鼓掌叫好，只有萧元低着头，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擂台上武士的结局。为了让秦云彩能满状态的对付对方的第3人，他必然会死战到底，除非他能将对方剩下的人全部击溃，不然是无法活着走下擂台了。片刻之后，北幽国的第2名武士进场。这样的比试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这场比试，那么北幽国想要达成他们的目的，就只能发动战争。你觉得比试好还是战争好？抱歉，这些道理我都知道，但是你看看场上的武士，明明是个忠心爱国的人，以他的实力，打10个我这样的怕是都不会气喘。可是现在却要因为这种比试死在擂台上。莫问天一脸古怪地看向萧元，对于萧元刚才的话，他能理解，但是却不同意。身为军人，能为国尽忠才是最大的意义所在。现在他们虽然洗在了擂台上，但是和洗在战场上没有什么区别。这一场我们认输，我是第3个上场的。由于秦云彩的打断，大夏第2名上场的武士得以留下性命，不过接下来的重担就全部压在了他的身上。国公，二嫂能赢吗？不知道，对方的第3人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实力如何。如果和这2人差不多的话，云彩还有机会。很快，比试接着开始，大夏是不可能给对方太多休息时间的。对方自知不是二嫂的对手，就全力防守，这摆明是想消耗二嫂的体力啊，真卑鄙。这可不是卑鄙，而是战术。国公，若是二嫂输了的话，会如何？输了就输了，还能如何？她是我墨家儿媳，难道老夫还能看着她死在这擂台上？而且她是女子，又不是军方的人。这次战斗的时间比之前2场都要长，不过最终秦云彩还是战胜了对方。原本他也没有想要取对方的性命，不过在对方的死缠烂打之下，他还是一招结果了对方。不愧是大夏年轻一辈的最强者，不过秦小姐，你确定还要继续？哼，大夏年轻一辈的最强者可不是我，若是我夫君不死，就凭你们这些虾兵蟹将，也敢在京都耀武扬威？秦云彩的话让耶律静脸色一沉，墨家2少墨战当年在北门关可是杀得他们幽狼国尸横遍野，当真是能止小儿液体。等到其余人员退场，北幽国的第3名无比人员也终于缓缓出场。这人怕是不简单，他应该是幽狼国所谓的力士。力士很难对付。幽狼国虽然是个国家，但却是由很多部落组成的，其中耶律部族是最强大的部族，也是幽狼国的皇室。而在耶律部族中，每年都会有一次比试，用来挑选最强壮的部族人。这位被挑选出来的强者，就被他们称为力士。这么厉害，和我们武状元差不多。没错，这人应该就是武状元。就在萧元和莫问天说话的时候，擂台上的2人已经开始交手了。虽然只是短暂的交手，但是莫问天立刻发现对方在力量上超过了秦云彩，和对方硬碰硬的话会吃亏。还有机会，云彩不要着急啊。国公，局势似乎对二嫂不利啊。刚才秦云彩被迫和对方以伤换伤，现在不光右臂隐隐作痛，有些使不上力气，内脏怕是也受伤不轻。反观北幽力士，虽然也被秦云彩踢中腹部，但是现在看上就像是没事人一般，正咧着嘴对秦云彩发出嘲笑的声音。二嫂接枪。来得好。秦云彩和对方的差距就在攻击力上，现在有了兵器，那么他的劣势就等于无限被缩小，而且招式的优势也会被放大。陛下，既然是无比，怎么能只比拳脚？所以老臣斗胆提议使用兵器。没错，陛下，既然是无比，那么拳脚兵器应该都要比才对。夏皇陛下，这比试都已经进行到了一半，再更改规则，怕是不妥吧？既然是无比，那么使用兵器也在情理之中。使者放心，朕也不会让你们的人赤手空拳。这演武殿内18般兵器样样齐全，让你的人也挑选一件趁手的兵器吧。陛下英明。耶律静见状，虽然有些不满，但也只能对着力士下令，让他去挑选兵器，不要给秦云彩过多的休息时间。北幽力士则是挑选了一柄长柄狼牙棒，这种重型武器比较适合他使用，加上是长柄，所以也不会被长枪克制的太厉害。行啊，老魔，这是打算给你家小晴儿招婿呢？这都叫小云彩二嫂了，看来好事将近啊！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家伙，少在这里给老夫添堵。事实上，他对萧元还是很满意的，但是萧元已经成亲的事情他也知道，心里早就绝了这方面的心思，所以魏子武这个时候提起这件事，才会让他感觉有些不爽。不好，云彩的体力有些消耗过大了，刚才幸好他收招了，不然怕是就会被对方抓到机会，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则云彩必败无疑。嘿嘿，臭娘们，这下我看你还怎么挡！说着，北幽力士提着狼牙棒就冲秦云彩打了过来。可是秦云彩却站在原地不动，他似乎已经耗尽了体力，根本无力闪躲了。刚才用长枪抵挡就是证明。国公，观战的萧元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大声提醒莫问天救人，但莫问天却并没有开口，只是死死地盯着擂台上的秦云彩。枪魂永驻，死。
陛下，刚才两人已经同归于尽。耶律使者，这一场算平局如何？平局又算平局，夏皇陛下，这并不公平。为何不公平？刚才若非无名内奸出手，我们双方的第三人都已经战死。既然如此，那自然是平局。甚至刚才的情况你也清楚，硬要分出胜负的话，也只能算是我们胜了。毕竟刚才云彩的长枪肯定先一步击中你们的人。刚才他登场之前分明说了，你们认输一场。既然如此，那么5比的3分，我们也不要多的，只要1分，另外2分就当平局，谁也不要。你这是强词夺理，说好了5比胜利算3分，现在是平局，自然各自都不拿分。可是你们中途更改规则，我们不也没有多说什么吗？要是你们大下比不起，可以不比，我们现在走就好。好了，既然你们想要，这1分给你们也无妨。耶律使者，休息1个时辰，然后去太极殿文笔吧。夏皇陛下果然公正，我等稍作休息之后，就会前往太极殿。此时让魏子武的脸色相当的难看，他们没有获胜，反而给了对方1分。文生、乔燕，文笔可有把握？诗词、对联、算学3项，每项1分。我们就算赢了2项，也只能和对方打平。所以文笔3项，我们除非全胜，否则就要做好加赛的准备。对了，萧元可在？陛下，小臣在此。哈哈，称臣就称臣，你这自称小臣是何意？那个，臣年纪还小，而且官职也小，所以想着和各位大人区别一下，这才自称小臣。无妨。朕听说你擅长对联，此前北幽所出的上联，你片刻间就给出了下联，可有此事？这确有此事，不过臣所擅长的并非对联，也不敢保证能对出所有对联。哦，那你最擅长什么？工匠还是医术？那个，臣更擅长算术。哦，你还会算学？不知你都学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若是陛下不信，可以出题来考一考。既然如此，那么夏侯夫子，且出题考考咱们的德安伯爵。是陛下。被称为夏侯夫子的老者，正是京都有名的算学大家夏侯陵。祖上夏侯阳乃是一代算学宗师，所著《夏侯阳》一书，乃是每个学算术者必读的著作之一。今有赤兔同笼，从上数有头35，从下数有角94，请问赤兔各有多少？今有赤兔同笼，从上数有头35，从下数有角94，请问赤兔各有多少？兔12，至23。你如何知道答案？算出来的答案啊。这种鸡兔同笼的问题，放在21世纪也就小学水平，一点难度也没有。算出来，就算你是天才，也不可能这么快算出啊！你老实说，是不是见过一模一样的题目？此题解法很简单，因为兔子有4条腿，鸡只有2条腿，那么我先假设让它们同时抬起2条腿，如此就能得出兔子的数量。你如何能让兔子和鸡同时抬起腿？那个魏将军，我说的是假设，不用我真的让他们抬腿。子午，我要打断萧元。萧元，你继续说。是，陛下。鸡兔各自抬起2条腿之后，笼中还剩多少腿呢？题中已经给出了答案，鸡兔共有35只，有腿94，那么它们同时抬起2条腿，那么就是抬起了70条腿，笼中还剩下的腿就是24只。因为兔子已经抬起了2条腿，所以剩下的腿去除一半，就是兔子的数量12只。有了兔子的数量，那么用总数一减，就是鸡的数量23只了。萧元说完，不少人都恍然大悟，这种解释的方法通俗易懂，就算是没有读过书的军方人员也能听懂。夏侯陵吞了口水，看向萧元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虽然他也能解出答案，但是绝对没有萧元这么轻松。我再问你，今有物不知其数，33数之胜2，55数之胜3，77数之胜2，问物几何？这是突然从小学题目给升级了。对于夏侯陵所出的题目，根本难不倒萧元，他只是在心中稍稍默算一下，就得到了答案32。夏侯陵不敢置信地看着萧元，这道题也是出自《孙子算经》，但是书上却并没有答案，也没有解法。他祖上夏侯阳研究了很久，才终于在晚年的时候算出了答案。可是如今萧元仅仅片刻就将此题解出，这些你是从哪得知的？是算出来的，其实很简单的。要是老夫子感兴趣，咱们可以找个时间交流一下。勾股定理你可知？九宫你可解的？勾3股4旋5，此乃勾股定理。至于九宫，2、4为肩，6、8为足，左7右3，带9履1，此乃九宫正解。夏侯陵看着萧元，有些木然的眨了眨眼。明明只是个10几岁的小娃娃，可是在算学一途上，就算比自己怕事也不遑多让了。那个老夫子，勾股定理的论证不下500，我不知道你所说的是哪种。而且我不光解的9宫、16宫、32宫也解的，另外还有1元、2元、3元。多元，你是如何得知这些的？这不可能！以你的年龄，就算是天纵之才，也绝无可能知晓这么多。勾3股4旋5，就算是我，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9宫、1元这些，我也只是曾经听恩师提及过。你为何知之甚详？萧元闻言有些傻眼了，他现在可是假装失忆的人，这要他如何解释？夏侯夫子，德安伯爵可否代替我大夏出战算学？陛下，德安伯爵在算术上的造诣，老臣自愧不如，由他出战当无不妥。如此甚好，不过对联的比拼你也可以参加，万一有所得，正好可以压一压北幽。可是陛下，我一人代表2个比试，可以吗？呵呵，此事亦然，我们可以事先说好，派出3人参与文笔，到时候不管是诗词还是对联，
只要你们三人谁有所得，都可以出战。萧元听闻心中一喜，他原本不想代表诗词和对联出战，就是怕遇到那些奇怪的题目，但是现在换成了团队战，那么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方式。夏皇陛下，我等已经准备好了，不知道这文笔有何规则，咱们还是事先说清楚的好。文笔3项，分别是诗词、对联和算术。你我双方各派3人，中途不得换人。不管是诗词、对联还是算术，都只能这3人作答。每项比试取3人中最优者为最终答案。不知道使者可听清楚？听到黄乔燕的话，耶律静眉头一皱，这让他心中隐隐有些不安。不过他身后一名用面巾遮住容貌的女子，却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什么。好，不过为了公平起见，这文笔的题目，你我双方各自出题，如何？可以。好。既然如此，我方3人还是由1、2带队。他是谁呀？在这大殿之上，居然还敢戴着面巾？陛下允许。她乃是北幽定南王之女耶律燕，也就是耶律静的亲妹妹，也是此次使团的副使。陛下特许她戴着面巾上殿。李长风、黄云霜、萧元出列。萧元闻言，赶紧上前，和他一起的还有兵部尚书李光兴之子，被称为京都4大才子之首的李长风。最后出列的就是京都第1才女，左相黄乔燕之女的黄云霜。不知道你们打算先比什么？那就从诗词开始吧。至于诗词的主题，你我各出一个吧。你们远来诗客，就由你们先出，如何？早就听闻黄小姐京都第1才女的名声，今日一见，果然不凡。既然如此，那么我就不客气了。诗词比试的第1个主题就写花吧。花这种广义的命题的确很好入门，是个读书人就能写2句，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想要写出力压群芳的好诗也更困难一些，所以两边迟迟没人开口。你们大夏就是婆婆妈妈，我先来一首。莫道颜色如卧丹，莫道心向过曲栏。东风吹在还吹弱，明日谁为今日看？这个主题不简单。没错，他写的是花。云霜过往可有写花的佳作？没有，而且这个主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若是单写某一种花的话，怕是会被他们借题发挥。如此就有些难办了，只能现在去想了。江上花如锦，城边柳似烟，风光随处好，物色向人言。我这里也有一首：玉树花如雪，瑶池酒似泉，无因陪宴上，空自唱流年。萧元看了看黄云霜，见他依旧在低头皱眉思考，便靠近他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萧公子既然已有所得，为何不自己站出来？我不是算数的时候才出战吗？事实上，萧元是想等最后，现在对方的那位耶律燕郡主还没有出来，如果对方有更好的诗，那么他还有一战之力。无妨，规则既然说了我们是一个团体，那么不管是诗词还是对联，你都可以出战。那好吧。浩荡离愁白日，迎边东指及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萧元的诗一出，立刻将档次提高了不止一筹，就连耶律燕也相当诧异地看向萧元，不过他一点也不认输。花深浅分帕，明为雪，错为霞。阴河跌宕，燕战宫者，以迷金谷路。停驻玉人车，芳草玉林芳树。东家半落西家，愿得春风相伴去。一攀一折向天涯。耶律燕郡主这首诗写得不错，但是我更喜欢萧元的那首，不管是意境还是水平，都稍胜一筹。不过耶律燕郡主的这首更加符合主题，所以只能算作平局。郡主可有意见？若是平常，老夫子这话我也认同。萧公子刚才那首诗的确很好，可是现在是2国比试，非是文学上的切磋，所以按照比试的规则，我更加符合主题，不是应该稍胜一筹吗？错，也别说我强词夺理。萧公子刚才不是已经写了1首吗？再写1首也没有问题吧？不说比刚才那首好，只要不比刚才差就行，如何？这首诗由我来写如何？毕竟刚才萧公子已经写了1首，按照规定，我们这边还有我没有写。当然可以，只要黄小姐能贴合主题，写出比我更好的就行。毕竟这本来就是比试的一部分。耶律燕清楚，让黄云霜写出1首不比刚才差的诗还有可能，但是短时间内，对方绝对不可能写出比他还贴合花这个主题的诗。还是我来吧。耶律燕郡主，是否只要我写出1首不比刚才差有关花的诗词，这一项就算我们赢？当然，萧公子要是可以做到的话，这1分送给你们又如何？那好，耶律郡主且听：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自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萧元话落音，大殿上所有人都一副目瞪口呆的模样看着他，只是让你做1首差不多的诗词啊，没让你超越啊，你这样还让别人怎么玩？黄云霜的一双美目就这样一眨不眨的盯着萧元，似乎想要把他看透一般。好，萧公子这首词当真漂亮，此词应当扶一大摆。哈哈哈，老夫就知道，区诗词怎么难得到这小子。莫问天此时怕是最开心的了，以萧元和他们墨家的关系，这绝对能算得上捡到宝了。甚至他心底都动起了撮合莫情和萧元的心思，当然前提是萧元得和寡妇村的那些妻子断了联系才行。耶律燕郡主，不知道刚才这首诗词是否让你满意？没想到萧公子才是最深藏不露的人，这次是耶律燕失策了，不过接下来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算上5笔丢掉的1分，现在双方的比分变成了1比1，而且以萧元的算术实力，在算学这一项上也是10拿9稳了。这样大夏就等于立于不败之地了。大殿上的众人心情也都不错，包括坐在龙椅上的唐杰明，嘴角也不自觉的微微翘起。陛下，这位德安伯爵还真是厉害，2首诗就让那耶律燕闭嘴不敢再言。上次比试的时候，他可是一人技压群雄，翰林院的年轻学子基本上都败在了他手中。的确不错，刚才那2首诗词都不错，让人誊抄下来了吗？回陛下，已有内侍正在誊抄了。接下来应该是比对联了吧？是的，陛下。这次对联比试你们可有什么规则？和上次一样，你们出上联，我们对下联，然后由我们出上联，你们对下联，谁先回答不上，谁就输。不过参加比试的3人为一个团体，3人都可以作答。也行，既然如此，还请李公子出题。遇水本无忧，迎风骤免。青山人不老，为雪白头。李公子如何？李长风闻言，朝着对方拱拱手，并没有多说什么。既然如此，到我出题了，请李公子听好：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下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请接下联。看水源，看水源，看水源上看水源，水源不绝，水源不绝。差强人意，不过李公子短时间内能给出此下联，也算不错了。你只说算不算我对上了，何必扯那些有的没的？也行，那请李公子继续出题。既然阁下不满李公子所出下联，那让我试试如何？音乐景，音乐影，音乐景中音乐影，乐景万年，乐影万年。不错不错，比那李公子的强一些。黄姑娘不愧是京都第一才女，在下佩服。就是不知道萧公子还有没有下联？你出一道题，我们要回答3个，废话那么多干嘛？还比不比呢？萧元知道这胖子是在使坏，故意浪费他们脑力，所以他才不会上了对方的当。胖子，且听题：水陆舟，舟停舟，舟行舟不行。这简单，听好我的下联：天心阁，阁落歌，歌飞阁未飞。胖子给出下联之后，并没有着急出招，而是在那里撩拨着李长风，因为他看出来了，李长风是最容易被他激怒的人，一旦被激怒，那么思考的能力就会下降。阁下到底还出不出题？抱歉，我这就出题。水有虫则浊，水有鱼则鱼，水，江河湖渺渺。李公子，这次不会又要黄小姐帮忙吧？胖子说完，还刺激了李长风一句。李长风瞪了他一眼，不过却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开始思考起下联。李公子不用多想，我们是一个团队，我要中了对方的激将法。多谢黄小姐。李长风回答的有些不耐烦。果然，才过了片刻时间，李长风的额头就布满了汗渍。可这种事情越是着急，越是无法成功。看来李公子是不行了，要不认输，在下可以告诉你下联。那胖子见状，越发的得意洋洋，并且不断的用言语干扰李长风。一旁戴着面巾的耶律燕也非常满意这样的效果。虽然上一局因为萧元的干扰让他们丢了1分，但是这一局他们已经将对方最强的李长风干废，那么胜利自然就属于他们。萧公子，你可有下联？就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要是站出来，怕是立刻会变成他打击报复的对象。若是黄小姐不介意，我可以告诉你下联，你来说。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萧公子是聪明还是傻，如此做和掩耳盗铃有何区别？或者萧公子认为李公子看不出来，所以除非萧公子不想让我大象胜出，否则你迟早要站出来，不是吗？萧元闻言愣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朝着北幽使团方向走了几步。喂，那边的胖子，听好了，下联木之下为本，木之上为末，木松柏张森森。另外，我出上联：凤落梧桐无落凤。我对下联珠连璧和碧连珠真是没想到，萧公子竟如此厉害。我看这京都第一才子的，你出不出题？不出题我就当你认输了呀！怎么这么多的废话？看来萧公子很有自信嘛。那好，请听上联：我俄人七骑马，张长弓，善歌存在，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听完他的上联，萧元明显愣了一下，因为这上联他简直再熟悉不过了。刚才对方说出来的那一瞬间，他都以为那胖子也是穿越过来的了。看来萧公子也不过如此嘛。我这上联可是尔人你伪为人，求一，何手缉拿，魑魅魍魉四小鬼，鬼在边。好，当真对的好，哈哈哈！尤其是这鬼在边，简直非常恰当。而黄云双和李长风也是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看向萧元，不管是诗词还是对联，其实他们俩都没有指望萧元，结果人家这2项根本就能碾压他们。宫廷玉液酒，萧元想试试对方是不是也是穿越来的。这是你出的上联。你知道什么是飞机吗？飞机，会飞的机。胖子眉头一皱，他感觉萧元有些神神叨叨的，不明白到底在说什么。萧公子，你还出不出上联？要是不出，我可就当你认输了。上联：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我对下联：莺莺燕燕，花花叶叶，青青木木朝朝。上联：良火为盐，既然不是酱盐之盐，为何加水变淡？下联：良土为归，既然不是乌龟之龟，为何加补成卦？我也来一个上联：双月为旁，既然不是磕碰之碰，为何加山变邦？
北幽胖子一愣，没想到萧元居然还能出这样的上联，不过他也并非等闲之辈。下联双目为灵，既然不是魂灵之灵，为何加息成梦？两人连续的出对和接连，看得周围人都有些目瞪口呆。翰林院的那些老夫子们更是一脸期待的看着两人，似乎两人精彩的比拼比胜负正重要。精彩，当真精彩！萧公子的才华，在下自愧不如。萧公子果然厉害，不过我可不会轻易认输。请听上联：白头翁、石大戟、花海马、榆木贼、草寇战百合，旋复回朝，不愧将军国老。呵呵，我对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10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接下来我希望你还能对出来。陛下，接下来我要出的题不方便口述，可否借用文房四宝？上文房四宝。若是萧公子不嫌弃，可否让小女子为公子研墨？有黄小姐素手研墨，红袖添香，乃是我的荣幸。如此有劳黄小姐了。长，这是什么上联？萧公子，此乃何意？不光是北幽国的胖子，大殿上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这长对短，下联不会是7个短字吧？你去对下联就写7个短字啊！郡主，此联怕是不简单，7个短字怕是对不上啊！蠢货，我难道不知道？但是现在刘宏元之所以无法对出下联，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上联到底有什么玄妙。你且上去一试，就算是错，他也要说出错在哪里才行。到时候刘胖子就能以此推出下联。短，哈哈哈，真是笑死我了！这算什么下联？还真有人对这个下联啊！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看向了萧元，因为不明白上联的意思，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下联对不对。郡主果然聪慧，既然如此，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上联厂长，不知道你这下联是何意？对了，这上联除了可以按照厂长读之外，还可以读作长来读。你们出下联的时候记得考虑到哦，不然可不算对上了我的上联。萧元的话让耶律燕和刘宏元都愣住了，原本一个读法就很难了，现在居然还有2种读法，还要求一个字，这简直太难了。此时的大殿上也开始议论纷纷，他们都想不出下联。云霜可能想到下联，不行，本来对联就非我擅长，更何况萧公子此联如此特殊，有此联，北幽必然要输，再加上能让夏侯老夫子自愧不如的算术水平，此次比试之后，萧元的名声必然会响彻京都。他的确有才华，那么扬名不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刘宏元，如果这局输了，你应该知道下场。此前诗词他们已经输了1次，如果这次对联再输的话，就等于连丢2分了。最后哪怕算学赢了，也只是平局。君主，我对不出。废物东西，萧公子真是想不到，以你的文采，此前居然没有任何名声。侥幸，在下对诗词和对联都只是略懂而已。北幽使团可有对出萧公子的下联？若是没有，那么这次对联比试就是我们胜了。耶律燕虽然很不甘心，但是却也没有反驳。等一下，敢问下联到底是什么？萧元一愣，他倒是没想到这个胖子对于对联居然这么执着。此联的下联很简单，也是7个长字。若你上联是厂长，那么下联便是长，反之亦然。原来如此，竟然是这样，哈哈哈哈！我输的不冤，原来是这样，哈哈哈哈！这一幕看得萧元是目瞪口呆，就算是输了比试，也不至于这样吧？陛下，这唐杰明并没有说话，只是看向了耶律燕，似乎在告诉他，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处理。来人，将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送回驿站，等我回去之后再收拾他。那么耶律燕郡主，算学比试是否可以开始了？如果你输了，那么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将消失，你的部落也会因为你的关系被分配到最差的牧场。那意味着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原本在比试之前，他是不应该说这种话的，但是现在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如果最后一场算学他们也输掉，那么就真的无力回天了。是，郡主，在下就是此次算学比试人选。他的话让穆长东心中一沉，有些绝望地看向耶律燕，毕竟前2场萧然的表现太过耀眼了。没想到萧公子还懂算学，不知道和诗词对联相比，萧公子的算学水平会不会更强？之前不是说了吗？诗词和对联在下只是略懂，至于算学吗？算得上精通。一旁的黄云霜和李长风闻言不由得相视一笑，看来这场算学真的没他们什么事情了。他们都能看得出来，不管是耶律燕还是那位身穿书生长袍的壮汉，对萧元都已经有了心理阴影。算学的规则很简单，为了保持公平，你们2人同时给对方出题，答题时间同样是1炷香的时间，答不出来者为负。耶律燕郡主以为如何？耶律燕点点头，并没有反驳。在他看来，这种方式还算公平。阁下还请出题。既然萧公子认为自己的算学能力更强，不如先出题。耶律燕的想法很好，萧元先出题，那么他们就可以先看看萧元的水平。若是他们回答不出来，那么他们也可以出类似的题目，因为算学这种东西，很可能出题的人自己也不知道答案。我先出一题简单的吧。我家比较穷，耶律郡主家比较富有，所以郡主打算发善心，今天给我1个铜板，明天给我2个铜板，第3日给我3个铜板，以此类推，100日之后，郡主一共给了我多少铜板？萧元所出题目的确简单，是个人都能算出答案，可是想要在1炷香的时间内算出来，则是有些困难。萧公子，你不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吗？这是算学比试，你出的这道题也算得上算学题。
谁告诉你这不是算学题？我这不是看着第一题吗？给你们个简单的，还不领情？好，那就按照刚才你的说法，我来问你，千日之后我要给你多少铜板500500个铜板。萧元答案一出，大殿上一片哗然。有人认为萧元是乱说的，反正这么大的计算量，北优的人自己肯定都不知道答案。而有些人认为萧元是真的算出来的，虽然他们不知道萧元是如何算出来的。你胡说，你说50万就是50万，那我还说答案是80万呢。夏皇陛下，这位萧公子简直就是在乱来，我要求将他驱逐出殿，不得参加算学比试。萧爱卿就不解释一下？既然是陛下发话，那么臣就给耶律郡主解惑吧。郡主可能对算学有所涉猎，但是应该不精通，否则是不会说出刚才那些话的。你看，他们就没有反驳，而是在利用我给出的答案去计算。众人闻言，这才发现夏侯林和北幽国的算学出战者的确正在默默的小声说着什么。事实上，这题的计算方式很简单，1日1个铜板，100日就是100个铜板。想要计算一共多少，就得从1加到100。诸位可能想得明白。众人都点点头，但从1加到100可不是一时半会能算出来的，所以他们才觉得萧元有故意拖延时间的嫌疑。难道你们没有发现这里面有规律？规律有啥规律？诸位何不试试将这些数字的首尾相连？比如1和100相加得多少？不错，正是101。那么2加99是多少？是不是也是101？那么这样的数组有多少？100的一半，正是50组。可是50组101也没有那么好算啊。没错，对你们来说，50组101相加依旧不好算。不过没关系，我刚才说的是我的算法。至于你们，我可以教你们更简单的办法。还有更简单的办法。首先，101因为不是整数，所以你们觉得没有那么好算，所以我们可以先将整数100拿出来放在一边，那么首尾的数是不是就变成了1加99，得到整数100了？如此，我们就能得到49组100和最后单出来的一个50，因为最后的100被我们拿出来了，所以数字只有99个，中间的50就是多出来的那一个。萧元说完，停顿了一下，并没有继续说，而是让大殿上的人消化了一下。那么49组100加上我们提前拿出来的一个100，就是50组100，50个100不用我说是多少吧？再加上最后单出来的50，那么得出的结果就是5050。至于郡主所问千日的结果，也是如此计算，只是数组由50组变成了500组而已。众人闻言，纷纷恍然大悟，比试进行到这里，其实就已经没有继续比下去的必要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萧元赢了，但是耶律燕却不甘心，非常的不甘心。不知道郡主还要继续比试下去吗？按照规定，我已经赢了。小妹，算了，是我们输了。算了。王兄，我们谋划了这么久，就这么算了，我不甘心。可是你还怎么比？先不说大家会不会同意，我们也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比试的了。我要再和他比一次诗词，这次我不相信我还会输。胡闹！那萧远在诗词上的造诣你还看不出来吗？此前我们有所准备，尚且战败，再次挑战的结果你觉得会更好？那我和他比骑射，他一看就是不通武学之人，骑射必定比不过我。耶律静闻言迟疑了一下，的确，作为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的他们来说，骑射本来就比男人更强，而且萧元看上去也确实不通武艺。可是对方不一定会答应。很不错，侥幸侥幸，二嫂受伤可重。无碍，休息一阵即可。今日萧公子当真是大显神威，文笔直接拿下3分。行了，回去让后厨多弄些菜，好好庆祝一下。云彩晚上也回来一起吃吧。好的。对了，国公，这次比试的赌注是什么呀？本来北幽提出的赌约是北门关，不过陛下并没有答应，最后经过协商，将赌约定在了5000头牛羊上。至于我们输了的话，就需要给对方等价的茶叶和食盐。萧公子，此次文比你独领风骚，真是让人敬佩。不过耶律燕依旧有些不服，我个人想要和你再比一场，不知道萧公子敢不敢答应？耶律燕郡主想比什么？萧公子有如此才学，想必是家学渊源，所以我想和萧公子比君子6艺。原本他只是想比骑射，但是这样目的太明显，所以干脆改成了君子6艺。君子6艺集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乃是礼节，也就是品德，这个不好比，所以他打算去掉这个，比后面的5个。抱歉，耶律燕郡主在下并无比试的意愿。自己有多少斤两，萧元还是很清楚的。别说比什么君子6艺了，就光比一个45斤，他就要被按在地上摩擦。黄金千两，若是我输了，愿奉上黄金千两；若是萧公子输了，只需要跟我去北幽生活1年就好。而且萧公子请放心，这1年我绝对不会伤害你，并且还会将你当做贵客招待，如何？哼，你想的挺美啊，区区黄金千两就想换走萧公子。别的不说，黄金千两我还是拿得出来。若是萧公子愿意和你比试，这黄金千两我出了。萧元则是一脸的无奈，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位耶律燕郡主就是在打他的主意，想要将他弄去北幽，到时候去了北幽，哪还轮得到他做主？别说1年后回来了，不听话怕是要死在那边。且不知萧公子要用什么条件才肯答应我的赌约？你既然想要让萧元去北幽，那赌约不妨用你自己好了。他输了跟你去北幽，你输了就留下给他当小妾好了。你耶律燕被魏子武的话气得发抖，他一位郡主怎么会给一个伯爵当小妾？至少也要是正妻才行。哈哈哈，耶律郡主可是认为萧公子不够资格，那你可就错了。以德安伯的才华，现在才年方16就获封伯爵，你怎知他日后就无法封侯拜相？别说你一个郡主了，就算你北幽用公主来换，你看看我们会不会答应？小妹，我们走。萧公子，若是你愿意，可来北幽找我，以你的才华做我的夫君也不是不可能的。
臭不要脸！你们北幽是没有男人了吗？这里是大夏，要做妖回去你们北幽去。萧元已经成亲的事情，只有莫问天、如月公主和莫晴知道，所以秦云彩现在还以为莫晴和萧元才是一对。在秦云彩心中，叶绿燕已经和妖女画上等号了。她打算等下回去就交代莫晴，一定要看紧萧元。哼！为啥就祸从天降了？哈哈哈！德安伯不愧是风流才子，这耶绿烟郡主怕是看上你了，你可要小心，别被人家勾走了魂。咱们大夏好女子多的是。比试结束之后，萧元本来是应该和莫问天一起下朝回去的，但是他才刚刚离开大殿，就被一名太监叫住，然后跟着太监一起离开。